雷雨交加的深夜，波斯公爵獨自站在窗前，似乎在等一個重要的人。小女孩推門而入，語氣平靜地問：“公爵大人，您找我有什麼事？”波斯轉過身，看着眼前這個代號001的小女孩，聽說你是這批新人裡表現最優秀的一個。艾莎謙虛地回答：“您過獎了。”波斯冷冷地開口：“既然這樣，我要交給你第一個任務，但在那之前，你需要一個真正的名字。”波斯看着眼前的女孩，緩緩說出了那個名字：“艾莎。從今天起，這就是你的名字。”艾莎愣了一下，還沒來得及反應，波斯便冷冷地追問：“你的回答呢？”窗外雷聲轟鳴，艾莎低聲回應：“是。”波斯終於揭開了任務的真相，他要伊莎潛入克羅斯特公爵家，去當那個失蹤已久的假女兒。誰能想到一個5歲的小女孩，竟然會是頂尖間諜？波斯冷冷地試探：“如果身份快要暴露了，你該怎麼辦？”艾莎沒有猶豫，語氣平靜得讓人發冷：“為了公爵大人，我會讓自己徹底消失。”波斯露出了滿意的神情，這場危險的潛伏正式開始了。波斯下達了最後的死命令，無論用什麼手段，都要讓克羅斯特徹底寵愛你。艾莎沒有說話，只是默默退出了房間。隨着大門沉重地關上，她終於不用再偽裝。誰能想到，這個看似天真無邪的小女孩，其實是波斯公爵養了5年的獵犬，5年的地獄訓練，全是為了這一刻的潛伏。就在接到第一個任務，被賜名艾莎的時候，她突然意識到一個恐怖的事實：自己竟然穿書了，而且還是個必死的炮灰龍套。按照原本的劇情，她這個冒牌貨早晚會被人識破，然后落得一個慘死的下場。既然已經知道了結局，這死局她必須得想辦法破了。這本叫審判之劍的小說，就是艾莎穿進來的世界。劇情其實挺俗套的，波斯和克羅斯特2大家族，一個玩毒一個玩兵，兩邊鬥得你死我活，最後由波斯家的私生子男主一路逆襲統一2國。這本該是個熱血的升級故事，可問題是，艾莎既不是主角，也不是貴族，她只是波斯家族從小培養的一名間諜。事情怎麼會變成這樣？在這個神仙打架的世界裡，她只是個隨時會被拋棄的工具。雖然知道自己穿進了書裡，但艾莎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誰，因為在這個陰暗的訓練營，所有人都只是沒有名字的工具。間諜的生活比想象中更殘酷，只要出一點差錯，應接不暇的懲罰就會接踵而至。廢物，這點強度的訓練都能暈過去，給我老老實實關禁閉，反省。被鎖在漆黑的禁閉室裡，艾莎不止一次地想過，如果能換個身份，哪怕是當個女僕或者平民也好，甚至就算當個流落街頭，但起碼擁有自由的乞丐，也比現在這種生不如死的生活強。就在被突然叫進公爵辦公室，拿到第一個任務的時候，艾莎終於確定了自己穿成的這個角色不僅是個炮灰，還是個還沒見到男主就要先領便當的短命鬼。說起來也真是諷刺，以前覺得間諜訓練是地獄，現在才發現那竟然是他離死亡最遠的時候。更糟糕的是，他這次要對付的目標是那個被稱為冷血怪物的克羅斯特公爵。那個男人头銜多得嚇人，性格更是出了名的沒心沒肺，就像一堵翻不過去的高牆。落到這種人手裡，他真的還有活路嗎？克羅斯特公爵那可是小說裡的頭號大反派，據說在跟怪物的戰爭中，他的家人全部失蹤了。從那以後，這個男人就徹底瘋了。他在荒野裡四處遊蕩，卻始終沒能找回妻兒，沒能保護家人的愧疚，成了他絕對不能碰的逆鱗。他把自己鎖在冰冷的城堡裡，變成了一個性格古怪的怪物。他整天戴着一副黑色面具，誰也不見誰也不信。可伊莎接到的任務竟然是要去冒充這個瘋子的親生女兒，這哪裡是去當間諜，這分明是去送命啊！看看這寒酸的行李，除了幾件破舊的衣服，波斯家族唯一大方給出的竟然是3份自殺用的毒藥。他們根本沒打算讓他活着回来，這種被當成棄子的感覺簡直糟糕透了。不管是前世還是現在，艾莎好像永遠都是那個無依無靠的倒霉蛋。隨着馬車緩緩啟動，他再次踏上了流浪的旅程。這一次迎接他的會是重生的希望，還是更深的絕望？也許正是因為太渴望有個依靠，他才會輕易相信那些不負責任的大人。誰能想到前世的艾莎竟然是活活累死的？那時候每天沒日沒夜的加班，聽着那些大家都在忍的鬼話，他只能拼命壓榨自己，結果最後就那樣荒唐的倒在了工位上。本以為重活一世能換個溫馨治癒的劇本，可現實卻又給了他一記響亮的耳光。這一世他依然在聽從別人的擺布，甚至還成了一個隨時可能丟掉性命的間諜。可即便命運這麼愛開玩笑，他還是不想就這麼認命，哪怕只有1/1000的機會，他也要抓住最後一點念想，在這操蛋的人生裡，硬生生闖出一條活路來。站在宏偉的城堡前，艾莎告訴自己，現在認輸還太早了，前世那種窩囊的死法，經歷過一次就夠了。這一世他絕不接受同樣愚蠢的人生。擺在他面前的只有3條路：第一，按照原計劃演那個冒牌女兒，可萬一演技太爛，還沒進門就要被拆穿丟了命；第二，乾脆直接坦白間諜身份，但這跟自殺有什麼區別？恐怕還沒見到克羅斯特公爵，就先被守衛給解決了。既然橫豎都是個死，那不如豁出去選第3條路。艾莎深吸一口氣，走到守衛面前喊道：“騎士先生。”守衛低頭看着這個小不點，一臉疑惑地問：“怎麼了，小家伙？”艾莎抬起頭，一字一句地說：“能帶我去見公爵嗎？”幸好伊莎對這本小說的劇情早就了如指掌，既然波斯家族把她當成棄子，那她也沒必要繼續賣命了。現在她手裡握着一張絕對的王牌，因為只有她知道那個失蹤的公主到底藏在什麼地方。與其坐以待斃，不如徹底背叛波斯家族，把所有的賭注全部壓在克羅斯特公爵身上。守衛根本沒把他當回事，一個小孩子怎麼可能說見就見？看來想進去，沒點真本事
是不行了。他不慌不忙說出了克罗斯特家族的秘密，那個剛出生就要进冰窖的试煉。守衛這下徹底愣住了，这種只有内部人才知道的事，他是怎麼知道的？計劃通，艾莎利用書裡的情報，成功唬住了這群守衛。這種只有內部人才知道的機密，只要他說出口，對方就一定會覺得他大有來頭。守衛果然坐不住了，趕緊帶着他往裡走，甚至還叮囑他跟景點。艾莎乖巧地答應着，心裡卻很清楚，這扇大門後才是真正的龍潭虎穴，真正的考驗現在才剛剛開始。艾莎心裡的小算盤打得很響，她打算利用原著裡的情報，幫公爵找回失蹤的女兒。作為交換，她只要克羅斯特家族的庇護，只要手裡握着這個籌碼，就算以後身份穿幫，她也有談判的底氣。現在第一步已經成功了，她順利混進了公爵府。守衛把他帶到了多羅西面前，說着孩子知道夫人的下落，得先讓人看着，他好去向公爵大人匯報。艾莎握緊了拳頭，接下來的每一步都關係到他能不能活下去。守衛道謝後轉身離開，把艾莎一個人留在了原地。還沒等他鬆口氣，一只手就搭在了他的肩膀上，這股壓迫感讓他整個人都僵住了。紅髮綠眼，這不就是原著裡的多羅西嗎？艾莎暗叫不好，光顧着想怎麼活命，竟然把這個狠角色給忘了。多羅西盯着他看了半天，語氣冰冷的讓人發毛。他說：“這事兒有點意思。你不是被派來專門偽裝成克羅斯特小姐潛入這裡的嗎？”這句話一出，空氣瞬間凝固了。劇情為什麼變了？艾莎萬萬沒想到，眼前這個叫多羅西的女人，竟然就是原著裡那個唯一成功潛伏進來的頂級間諜。這個女人在書裡戲份不多，但卻是個殺人不眨眼的狠角色。只要是擋路的人，她從來都不會手軟。多羅西冷笑一聲，說：“她早就覺得這孩子不對勁了。”話音剛落，一道寒光閃過，鋒利的發簪已經抵住了艾莎的脖子。多羅西湊到她耳邊低聲說：“既然被發現了，那咱們就花點時間，好好深入的聊一聊吧。”這根本不合理。艾莎怎麼也沒想到，好不容易才抓到一點生存的希望，難道就要在這裡白白送命嗎？多羅西已經徹底失去了耐心，他冷冷地丟下最後通牒：“如果不老實交代線，再就送你上路。”話音剛落，鋒利的發簪猛地揮了下來。這一件是要動真格的了，不行，絕對不能死在這裡。就在劍鋒落下的瞬間，艾莎爆發出了驚人的求生欲，她用力推開多羅西。多羅西在後面氣瘋了，一邊追一邊破口大罵，問艾莎到底是個什麼怪物。艾莎根本不敢回頭，現在腦子裡只有一個念頭：跑，拼命的跑。只要能爭取到一點時間，就一定能想到破局的辦法。就在他穿過走廊衝進花園時，前面突然出現了一個人影。艾莎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，一邊大喊着救命，一邊不管不顧地衝了過去。結果跑得太快，根本收不住腳，咚的一聲，他直接撞進了一個寬大的懷抱裡。撞上了。眼前的男人黑髮紅眼，正冷冷地盯着這個不速之客，問他到底是從哪冒出來的。多羅西的怒吼聲越來越近，艾莎知道現在解釋什麼都晚了，與其被那個女間諜抓回去丟了命，不如在這兒賭一把，管他是誰豁出去了。艾莎大喊一聲：“大叔借我躲躲！”然後一頭扎進男人的斗篷裡，死死抓着人家的衣服不撒手。她小聲哀求着，說有個特別可怕的人在追她，能不能讓她在這兒藏一會兒？聽到可怕的人這幾個字，男人的眼神瞬間變得有些微妙。多羅西追上來了，他一邊四處張望，一邊罵罵咧咧地找人，結果一抬頭正好看見了披着斗篷的男人。他把男人當成了園丁，客氣地打了個招呼，問他有沒有看到一個5歲的小女孩躲在斗篷裡的艾莎。這下連大氣都不敢喘，他後悔自己剛才腦子一熱，怎麼就直接撞進人家懷裡了。多羅西還在不停地告狀，說那個小鬼鬼鬼祟祟的突然出現，還滿嘴謊話。男人沉默了一會兒，語氣平靜地問到底出什麼事了。多羅西解釋道，艾莎聲稱知道失落小姐在哪裡，失蹤的小姐。男人重複了一遍，語氣冷得讓人脊背發涼。躲在斗篷裡的艾莎手死死拽着男人的衣服，他知道這個話題是克羅斯特家的禁忌，這下完了，他肯定要把自己交出去滅口了。多羅西還沒察覺到危險，繼續追問有沒有見過一個金髮女孩。艾莎甚至已經做好了被多羅西當場抓走的準備，可誰也沒想到男人沉默了片刻，竟然面不改色地撒了謊。他說自己沒見過什麼孩子，讓多羅西去別的地方找。這一句話直接把艾莎從鬼門關拉了回來。可這個男人為什麼要幫他？多羅西行了個禮，終於轉身離開了。艾莎躲在斗篷裡，聽着腳步聲遠去。剛才真以為自己死定了。男人掀開斗篷，讓艾莎出來。雖然他幫了忙，但語氣裡可沒有半點溫柔。他蹲下身子，盯着艾莎，問她是不是真的知道小姐的下落，還警告她，如果這只是個惡作劇，那她可就闖大禍了。艾莎沒有退縮，她說自己和那位小姐其實是在同一家孤兒院裡長大的，而且她是唯一一個成功逃出來的人。聽到孤兒院這3個字，男人的眼神立刻變了。他緊接着追問那個地方到底在哪。艾莎先是禮貌遞道了謝，但緊接着他就拋出了自己的條件。他說孤兒院的位置，他只會親口告訴公爵本人，因為他無依無靠，一旦消息走漏，那些壞人肯定會來滅口。所以作為交換，他要公爵給他提供保護，他需要一個絕對可靠的靠山。男人沉默了片刻，看着眼前這個冷靜的小女孩，點頭說他明白了。他站起身直接往前走。艾莎一下子愣住了，趕緊追問他到底要去哪。男人走在前面，說要帶他去見公爵。艾莎心裡一陣慶幸，覺得自己運氣真不錯，竟然遇到了這麼一個正直的好人。可沒走幾步，艾莎就發現不對勁了，這副小孩子的身體實在太弱，賴着小短腿拼命追，還是累得夠嗆。
為了讓對方走慢點，艾莎趕緊找了個話題搭訕。她氣都沒喘勻，就隨口問了一句：“大叔，你有孩子嗎？”這話一出，男人突然停下了腳步，氣氛一下子變得有點詭異。艾莎意識到自己可能問得太冒失了，趕緊小聲解釋說：“只是覺得大叔很會照顧人，所以才隨口這麼一想。”男人沒有說話，只是伸手。他叮囑艾莎，等會兒見到公爵的時候別害怕，只要把知道的事情原原本本的說出來就行。他還給艾莎吃了一顆定心丸，說公爵這個人其實很樂意滿足別人的願望。這就是傳說中的克羅斯特公爵。在原本的故事裡，他可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大反派，但誰能想到，在失去家人之前，他竟然是守護人類的英雄。艾莎覺得，既然他曾經是個英雄，或許還能坐下來講講道理。可是到如今，已經沒有退路了。就在艾莎給自己打氣的時候，門突然開了。諾克斯冷冷地問：“你到底是誰？”為了活命，艾莎這次算是豁出去了。她直接找上門，說自己知道公爵小姐的下落。諾克斯愣了一下，剛想說公爵不在家，讓艾莎吃個閉門羹，結果屋裡突然傳出一個聲音，讓他進來。諾克斯整個人都傻了，公爵竟然親自發話了。還沒等艾莎反應過來，那個恐怖的男人已經走到了面前。他語氣低沉，問艾莎到底跑哪去了，知不知道所有人都在找他？我會在裡面聽細節。這就是傳聞中的克羅斯特公爵，光是站在那裡，那種壓迫感就讓人透不過氣。他整個人藏在黑色的簾幕後，身高足足有1.9米，根本看不清他的長相。公爵冷冷地開口問：“你說你知道我女兒的下落，她現在到底在哪？”面對這種審問，艾莎在心裡拼命告訴自己穩住。這一幕已經在腦子裡演練過無數次，絕對不能在這裡露餡。誰能想到，艾莎不僅沒被嚇跑，反而還跟公爵談起了條件。她說，如果交出情報，公爵必須答應她一個要求。公爵冷哼一聲，說可以用家族的名義起誓。可伊莎根本不買賬，她直接攤牌。比起這種口頭承諾，她更想要一份有法律效力的合同。這話一出，屋裡的氣氛瞬間降到了冰點。公爵的聲音透着危險：“你這是在懷疑克羅斯特家族的信譽嗎？”其實伊莎心裡怕得要死，但她知道現在絕對不能露怯。她低聲對公爵說，自己只是個沒人保護的孤兒，在這個位置上口頭承諾根本就不了命，只有白紙黑字的合同才是她唯一的救命稻草。畢竟像她這種從小被當成間諜養大的人，就算哪天死在路邊，恐怕都沒人會多看一眼。他再次重申自己很有分寸，絕不會提什麼過分的要求，他要的僅僅是一個活下去的保障。艾莎鼓起勇氣再次提出想要談判，沒想到簾幕後的公爵竟然答應了，但他緊接着拋出了一個條件。公爵的聲音冷得像冰，他說如果情報是假的，如果在那地方找不到他女兒，艾莎就要把命留在這裡。這已經不是在談生意了，而是在賭命。可伊莎連眼睛都沒眨一下，直接點頭答應，因為他知道這是他唯一的出路。既然賭命的契約已經定下，公爵也不再廢話，直接讓艾莎開價。艾莎深吸一口氣，她說自己不需要金銀財寶，只要公爵能保她平安長大，直到她成年為止。這是她唯一的條件，也是她最後的底牌。房間裡陷入了短暫的沉默，隨後公爵突然对着门外發問：“諾克斯在外面嗎？”得到肯定的答覆後，公爵下達了指令，去準備一份正式的合同。艾莎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竟然真的成功了，可一旁的諾克斯卻聽得直皺眉，他忍不住提醒公爵，對一個5歲的孩子用這種賭命的合同，是不是有點太狠了？公爵卻顯得很淡定，他說自己還沒喪心病狂到要殺小孩，剛才那番話純粹是為了看這丫頭的反應。諾克斯聽完更疑惑了，既然只是試探，那公爵現在的意思是打算徹底相信他了嗎？線索指向了安德拉沼澤的孤兒院，可麻煩的是，那裡偏偏是死對頭波斯公爵的地盤。對方顯然沒安好心，不僅要求克羅斯特割讓領土，還指名道姓要他單刀赴會，身邊連個護衛騎士都不准帶。諾克斯急得不行，這明擺着就是個有去無回的陷阱。對方一直在找機會挑釁，現在過去簡直就是送死。可還沒等諾克斯把話說完，公爵就直接拿起了通訊球，語氣平靜的讓人害怕。他說告訴對方這些條件他全都接受，為了找回女兒，這位公爵已經打算徹底豁出去了。在公爵眼裡，只要能最快找到女兒，前面到底是敵人的老巢還是戰場，他根本不在乎。公爵披上斗篷，頭也不回地丟下一句話，讓諾克斯轉告波斯公爵。1周之後，他準時登門，看着公爵離去的背影，諾克斯知道，為了女兒，這個男人真的什麼事都幹得出來。其實除了公爵本人，所有人心裡都清楚，在那場戰爭中失蹤的家人恐怕早就已經不在人世了。可就在這個節骨眼上，艾莎這個孩子卻突然出現了，而且偏偏是在死對頭的領地裡。諾克斯越想越覺得不對勁，這世上哪有這麼巧的事？難道這丫頭是波斯公爵故意安插進來的棋子？為了保險起見，他決定瞞着公爵親自去查這孩子的底細。公爵要獨自去敵國救人的消息已經傳得滿城風雨，連家裡的女僕都在議論，這簡直就是去送死。艾莎坐在一旁默默聽着，沒想到這些流言蜚語連下人都知道了，甚至還有人盼着他趕緊消失。就在他擔心公爵安危的時候，一只手突然搭在了他的肩上。多羅西冷冰冰地叫住他：“小鬼！”艾莎心裡咯噔一下，該來的麻煩終究還是躲不掉。多羅西果然全都知道了，他湊到艾莎耳邊，語氣裡全是嘲諷，說這孩子真是挺有本事。誰能想到克羅斯特公爵為了救他，竟然直接向波斯發出了正式請求，這完全不像他平時的作風。多羅西冷笑着感嘆，艾莎只用了幾天時間就做到了他6年都沒辦成的事，真不愧是頂尖的間諜。
可緊接着多羅西的手猛地收緊，聲音變得陰森恐怖。他說：“因為艾莎表現得太好，導致她在主人面前成了廢人，很快就會被處理掉。”艾莎看着對方瘋狂的神色，意識到局面已經徹底失控，這根本不是她想要的結果。克羅斯特公爵這次真的懸了，他孤身一人深入虎穴，而波斯公爵絕不會放過這個除掉眼中釘的大好機會。按照波斯的狠辣手段，他一定會做得干干淨淨，哪怕背上殺害英雄的罵名，也一定要讓克羅斯特公爵死在領地裡。既然大局已定，多羅西這個沒用的間諜，自然也就成了要被清理的垃圾。多羅西徹底瘋了，他死死掐住艾莎的脖子，既然自己橫豎都是死，不如拉個墊背的陪葬。生死關頭，艾莎拼命掙扎着喊出聲：“等等我，還有一個辦法。”越是這種時候，就越要保持冷靜。艾莎在心裡飛快盤算，一定還有活命的機會。她很清楚自己能不能活下去，全看克羅斯特公爵能不能活。而多羅西現在還不知道，艾莎早就已經倒戈了。只要把多羅西是間諜的消息捅給克羅斯特公爵，局面就會徹底逆轉。到時候公爵就能名正言順地帶上護衛，不用再去孤身送死。而多羅西這個威脅也會從艾莎身邊徹底消失。想到這，艾莎強撐着開口：“多羅西，你先冷靜一點，現在的唯一生路就是忽悠住多羅西。”艾莎決定真話假話摻着說，先把這個瘋女人穩住。她直視着多羅西的眼睛，語氣堅定地說：“咱們現在的處境其實一模一樣。”多羅西愣了一下，顯然沒反應過來。艾莎趕緊趁熱打鐵，勸他冷靜下來，動動腦子。如果波斯公爵為了不留後患，決定要把多羅西滅口，那作為知情人的艾莎肯定也活不成。所以咱們根本不是敵人，而是一條繩上的螞蚱。多羅西的眼神開始動搖。艾莎知道這個陷阱他已經踩進去一半了。多羅西根本不信，覺得艾莎是在滿嘴胡話。但艾莎接下來的話卻讓他陷入了沉思。艾莎假裝坦白，說自己原本想冒充公爵女兒，但覺得風險太大，才臨時改成了提供線索的知情者。他甚至連假證據都準備好了，只要能給克羅斯特公爵一點希望，就能輕而易舉地騙取他的信任。只是沒想到公爵會陷得這麼深。看着多羅西動搖的神情，艾莎拋出了最後的誘餌。波斯公爵雖然心狠手辣，但他最看重辦事的結果。只要咱們能先下手為強，在克罗斯特公爵到達領地之前，就讓他徹底消失，那咱們不僅能活，還能立下大功。多羅西徹底愣住了，他怎麼也沒想到，這個看似天真的孩子，竟然比他還要瘋狂。艾莎還在分析波斯公爵的陰謀，覺得只要克羅斯特公爵死在這裡，公爵就能名正言順地掩蓋真相。話還沒說完，多羅西突然伸手死死捂住他的嘴，他眼神裡全是殺氣，警告他要是還想活命，就立刻閉上那張臭嘴。多羅西不由分說，拽起艾莎的手臂就往外走，動作粗鲁的根本不像在带孩子，但這正是艾莎想要的反應。魚兒已经上鈎了，多羅西果然坐不住了。多羅西一邊拽着他，一邊冷笑着諷刺說：“艾莎剛才那嗓門，乾脆直接去外面敲鑼打鼓算了。”多羅西一臉不可置信，他怎麼也沒想到，這個5歲的小鬼居然敢大言不慚地說要刺殺公爵。在他眼裡，艾莎連保守秘密的基本常識都沒有，送這麼個孩子過來簡直就是胡鬧。就在多羅西準備做決定時，艾莎突然大聲提議，由他出面把克羅斯特公爵引誘出來。這正是艾莎的高明之處，人在焦慮的時候腦子往往就不夠用了。他故意表現得像個魯莽的小孩，就是為了讓多羅西覺得一個5歲的孩子根本不可能有什麼城府。艾莎直接攤牌了，她說自己負責把公爵引出來，至於剩下的髒活就全交給多羅西來處理。只要計劃成功，他們就立刻逃往國外，到時候波斯公爵為了自保，也絕不會再找他們的麻煩。艾莎甚至還準備了退路，萬一事情敗露，只要他守口如瓶，多羅西就永遠是安全的。多羅西雖然心動了，但還是覺得這事兒太荒唐，一個5歲的小屁孩憑什麼能讓公爵單獨見他？艾莎冷笑了一下，現在的克羅斯特公爵只要聽到關於女兒的消息，根本就沒法冷靜思考，只要拋出這個誘餌，他一定會乖乖上鈎。看着多羅西遲疑的樣子，艾莎心裡很清楚，這個多疑的女人已經快要被他說服了。艾莎直接把命拍在了桌上，她說既然要合作，那就算最後計劃失敗了，死的也只會是他一個人。看着艾莎那副視死如歸的樣子，多羅西終於动搖了，反正他現在也是死路一條，只要不牽連到自己，賭一把也沒什麼損失。艾莎心裡鬆了一口氣，魚兒總算是徹底咬鈎了。但多羅西顯然沒那麼好對付，他冷冷地盯着艾莎，說自己還沒法完全信任這個孩子。為了防止艾莎耍花招，從現在開始，艾莎必須寸步不離地跟着他。多羅西直接放了狠話，如果他出了事，艾莎也得跟着陪葬。到了深夜，两人虽然躺在同一張床上，但艾莎心裡卻在盤算着另一場豪賭。多羅西可是波斯公爵唯一的死穴，只要現在揭穿他間諜的身份，克羅斯特公爵就能徹底翻盤，讓波斯公爵再也不敢輕舉妄動。現在的局面就像一盤棋，只要走對這一步，所有的被動都會瞬間逆轉。可問題是，到底該用什麼辦法才能神不知鬼不覺地揭發他呢？就在這時，多羅西叮囑艾莎乖乖待着，隨後轉身出了門。他根本沒意識到自己前腳剛走，艾莎就已經準備好要把他賣了。多羅西前腳剛出門，原本還在熟睡的艾莎立刻睜開了眼睛。機會只有這一次，他必須在多羅西回來之前找到那個致命的證據。作為波斯家族派來的間諜，多羅西肯定要定期傳回消息，但艾莎翻遍了房間，卻連一張紙片都沒看到。
原來真正的秘密全都藏在這些衣服裡。波斯家族有一種特殊的手段，能用藥水把情報寫在布料上，平時肉眼根本看不出來。只要能讓這些字跡現形，多羅西的身份就徹底藏不住了。隨着冰水潑下，衣服上竟然真的顯现出了字跡，上面清楚地寫着公爵的行踪。這下多羅西是間諜的鐵證，總算是被艾莎抓到了。只要把這件衣服留在顯眼的地方，上頭的人肯定會發現不對勁。艾莎正盤算着怎麼收網，好，趕緊回房間裝睡。誰知道身後突然傳來一個聲音，問她大半夜的在這搞什麼鬼？艾莎整個人都僵住了，竟然是克羅斯特公爵。公爵冷冰冰地問：“你在這幹什麼呢？”艾莎這下徹底僵住了，本來想放下證據就溜，結果偏偏撞上了園丁。她腦子飛速轉動，隨便扯了個借口，說自己大半夜是在畫地圖。雖然這理由聽着挺離譜，但對一個小孩子來說，倒也算合情合理。可對方一句話都沒說，就這麼死死盯着她，這下氣氛更詭異了。艾莎心裡直打鼓，不知道剛才那個爛借口到底有沒有騙過她。眼看對方突然抬起手，她下意識縮成一團，以為這下死定了，肯定要像以前那樣挨頓毒打。可等了半天，沒等來巴掌，反而看到一個籃子遞到了面前。這下輪到艾莎懵了，她這是什麼意思？這反轉也太大了。公爵不僅沒打算動手，居然還問她要不要吃三明治。艾莎心裡暗自慶幸，看來小孩身份就是好使，對方壓根沒懷疑她在撒謊。她趕緊順桿爬，乖巧地感謝人家上次的救命之恩。可公爵接下來的話卻讓她心裡咯噔一下。他說那件衣服對小孩來說實在是大得有點離譜了。公爵突然嚴肅起來，問他是不是在府裡被人欺負了，不然為什麼要洗那些不合身的衣服？艾莎只能繼續演戲，裝出一副委屈巴巴的樣子，說自己是不小心得罪了女僕，才不得不幫忙幹活賠罪。她一邊瞎話，一邊求對方千萬別把這事說出去。公爵沉默了半天，最後只叮囑他別再這麼幹了，說這要是傳出去，會壞了克羅斯特家族的名聲。艾莎看着他冷峻的側臉，心裡卻覺得暖洋洋的。這男人明顯就是嘴硬心軟，明明是在擔心他，非要拿家族名譽當借口。看着艾莎狼吞虎咽的樣子，公爵低聲感嘆，看來他以前在那兒過得確實很慘。艾莎一邊嚼着三明治一邊說，雖然沒餓死，但這真的是他吃過最好吃的東西了。公爵沒多說什麼，只是又遞過去一個，告訴他這裡還有，管夠就行。這種突如其來的關心反而讓艾莎覺得有點不自在，畢竟他已經太久沒感受過別人的善意了。他一邊吃一邊盯着公爵看，腦子裡突然回想起兩人第一次見面的那天。艾莎覺得自己這回真是撿到寶了。這位先生不僅相信了他的鬼話，還處處護着他。他心裡的小算盤打得啪嗒響，就算對方只是個公爵，那也是克羅斯特家族的人，要是能把他拉攏過來，自己以後不就有大靠山了嗎？就在他胡思亂想的時候，公爵突然遞過來一塊手帕，讓他把嘴邊的殘渣擦乾淨。這一刻，艾莎突然覺得，比起那些冷冰冰的強者，這種溫暖的人才更值得依靠。要是能讓他當自己的監護人，以後肯定能過上幸福日子。不過在那之前，他得先想辦法搞定多羅西那個大麻煩。艾莎大着膽子試探了一句，問他有沒有想過，如果身邊有個孩子也挺好的。誰知道這馬屁拍在了馬蹄上，公爵的語氣瞬間冷了下來，說他不需要另一個孩子。這話裡明顯有話。艾莎一下子就愣住了，難道他已經有孩子了？還沒等他反應過來，公爵就直接下了逐客令，讓他趕緊回去。看来這個男人的過去遠比他想象的要複雜得多。雖然不知道發生了什麼，但艾莎總覺得那個男人剛才的眼神裡藏着悲傷。他坐在床上想入非非，要是真能有這麼個溫柔的人當靠山，自己以後肯定不用再擔驚受怕了。可他很快就拍了拍臉，強迫自己清醒一點。現在這種處境，心軟就是自尋死路，活下去才是唯一的正事。結果還沒等他想好下一步，房門就被人猛地撞開，多羅西杀氣騰腾地衝了進來。多羅西一進門就開始查崗，質問艾莎剛才到底跑哪去了。艾莎只能硬着頭皮邊瞎話，說自己是去公爵那裡套情報了，這才勉強把這個多疑的女人給忽悠過去。可多羅西根本沒打算放過他，直接切入正題，要他交代接下來的具體計劃。誰能想到艾莎這次玩得更大，她竟然私下約見了公爵。艾莎拋出了一個公爵絕對無法拒絕的誘餌，聲稱自己知道他失蹤女兒的消息，要是個愛女心切的父親，就一定會乖乖上鈎。果然，公爵一身一人來到了這個偏僻的倉庫，他還沒意識到自己正一步步走進陷阱，還在追問到底是什麼機密情報，非要單獨見面。在這個封閉的空間裡，公爵已經無路可退。艾莎的計劃非常狠毒，只要多羅西在這裡解決掉公爵，他就能趁亂逃往邊境，徹底人間蒸發。艾莎心裡很清楚，多羅西的刺殺根本不可能成功，因為從一開始他就沒打算讓公爵死在這裡。真正要挨這一刀的人其實是他自己。就在短劍落下的瞬間，艾莎猛地衝上前，用身體擋住了利刃，鮮血瞬間染紅了地板。這下公爵徹底瘋了，他做夢也沒想到這個小女孩會為他舍命。艾莎這一賭是要把公爵的心徹底收買。多羅西徹底懵了，他怎麼也想不通，艾莎為什麼要舍命救這個死對頭。艾莎雖然疼得夠嗆，但心裡卻在冷笑，這一刀精準避開了要害，卻換來了公爵的命。公爵的怒吼引來了大批衛兵，多羅西瞬間被按倒在地，成了階下囚。他看着艾莎，氣得連話都說不周全，看着多羅西被拖走時那副絕望的樣子，艾莎知道自己的計劃已經徹底成功。5年前，北方怪物突然席捲整片大陸，眼看所有人都要走投無路了。就在這生死關頭，卡利普斯
克羅斯特公爵站了出來，他帶着家族傳承的冰系异能，硬生生擋住了怪物的進攻。這一戰，他不僅築起了防禦高牆，更讓絕望的人們看到了希望。整整5年的血戰，人類終於迎來了勝利，而他也成了所有人眼中的救世主。卡里普斯凱旋歸來的時候，那是他人生最風光的時刻，所有人都把他當成王國的救星，覺得只要有他在這國家就到不了。可誰能想到，就在他踏進家門的那一刻，迎接他的不是家人的擁抱，而是全家人離奇失蹤的消息。這位戰場上的英雄，一夜之間弄丟了最愛的人，他像瘋了一樣到處尋找，翻遍了每一個角落，卻連一點蛛絲馬跡都找不到。這種找不到出口的絕望，比戰場上的刀劍更折磨人。曾經那個冷靜的統帥，正一點點被瘋狂吞噬。他開始意識到自己已經快要撐不住了。卡里普斯坐在空蕩蕩的房間裡，忍不住問自己：這5年在戰場上拼死拼活到底是為了什麼？他原本只想守住這個家，想讓家人有個安穩的地方生活，結果到頭來仗打贏了，家卻沒了。這種諷刺的結局讓他覺得自己像個笑話。現在的他已經沒臉再去面對任何人了。什麼英雄，什麼王國的護盾，這些名號對他來說連一張廢紙都不如。他緩緩打開盒子，拿出了那副冰冷的面具。既然這個世界已經讓他无處可躲，那就徹底隱藏起來吧。從這一刻起，世間再也沒有那個意氣風發的統帥，只剩下一個連真面目都不敢示人的影子。卡里普斯真的累了，每天戴着面具假裝沒事，還要強撐着去當那個所謂的家主。這種日子他1秒鐘都不想再過下去。他拿出了那瓶藥劑，既然找不到家人，既然一切都回不去了，那就乾脆讓這一切都結束吧。就在他準備徹底放手的時候，一個金髮的小身影突然冒冒失失的撞進了他懷裡。艾莎可憐巴巴的抬起頭，小聲的哀求着：“叔叔，有個壞人在追我，能不能讓我在這裡躲一下？”看着這個突然闖入的小生命，卡里普斯愣住了，原本死寂的心裡好像有什麼東西被輕輕觸動了。誰能想到，這個本該走向終局的夜晚，竟然因為這個小家伙的出現，徹底偏離了預定的軌道。其實我早就知道艾莎是個間諜，畢竟跟波斯家族鬥了這麼多年，我對他們那套手段太熟悉了，不管是毒藥的配方，還是拍臥底的套路，我閉着眼都能猜出來。所以從他撞進我懷裡的那一刻起，我就沒打算真的相信他。在洗衣房看到那一幕之後，我更是100%確定他就是波斯派來盯着我的眼線。可讓我沒看明白的是，既然是來執行任務的，他為什麼要做到這種地步？看着他為了救我把自己搞得遍體鱗傷，我第一次開始懷疑自己的判斷是不是出了錯。看着躺在床上的艾莎，我想起我們之間的那個契約，這個孩子表現出了比任何人都強烈的求生欲，可我還是忍不住懷疑，這難道又是波斯設下的圈套，故意讓他用這種方式來博取我的同情？我伸出手想要確認些什麼，卻在快要碰到他的時候，又硬生生的停住了。如果他不是在演戲呢？如果他是真的打算背叛波斯，想要徹底尋求我的保護，這個念頭一旦出現，就再也壓不下去了。我必須搞清楚，他到底哪句話才是真的。多虧了這個孩子，我不僅拿到了關鍵證據，還順手把家裡的眼線全給拔了。至於這個小家伙，我打算再留他一段時間，看看他到底還有多少秘密。艾莎迷迷糊糊的睜開眼，還沒等他反應過來，耳邊就傳來了冷冰冰的聲音：“你終於醒了。”艾莎嚇得差點從床上蹦起來。卡里普斯盯着他，語氣裡滿是不悅：“為什麼要這麼亂來？知不知道剛才有多危險？只要傷口再深那麼一點點，你這條小命就徹底交代了。”計劃進行得很順利，艾莎覺得只要現在能把謊圓過去，一切就都穩了。她擺出一副崇拜的樣子說：“那是因為您是英雄，也是答應過要保護我的人。”可話還沒說完，就被卡里普斯冷冷地打斷了。夠了！他盯着艾莎的眼睛，一字一句地揭開了真相：“我早就知道你是波斯派來的間諜，收起你那套討好人的話吧。那個想殺你的女人叫多羅西，看來你們內部也並不太平。”卡里普斯冷笑着說：“那個女僕也在偷偷收集證據，想要證明你就是個間諜。你們根本就不信任彼此。”這下艾莎徹底懵了，她本以為自己是唯一的棋手，沒想到在別人眼裡，她只是一枚隨時可以丟掉的棄子。原來多羅西之前的那些反常，根本不是為了什麼工作，而是一直在偷偷搜集我是間諜的證據。我真是太天真了，本以為只要我豁出命去，替公爵擋下那一刀，就能換取他絕對的信任。我當時的算盤打得很響，只要我表現得足夠忠誠，就算多羅西最後被抓，公爵也只會把他的指控當成瘋話。可我萬萬沒想到，多羅西手裡竟然真的有證據，他不僅要拉我下水，還要徹底斷了我的後路。完了，這下真的全完了，身份被當場拆穿，除了死我想不出還有什麼別的下場。艾莎縮在被子裡，聲音顫抖着問：“我是不是也要沒命了？”卡里普斯明顯愣了一下，他看着眼前這個被嚇得語無倫次的小女孩，半天沒說出話來。就在艾莎閉上眼等死的時候，一只手卻輕輕落在了她的頭上。卡里普斯嘆了口氣，低聲說：“你先冷靜點。”艾莎有些不敢相信地抬起頭，這個冷酷的男人竟然在安慰她。事情的發展好像跟她想的完全不一樣。卡里普斯遞過來一份文件，冷冷地說：“看看這個。”艾莎接過來一看，整個人都愣住了，這竟然是之前的契約。卡里普斯看着他說：“契約依然有效，而且現在我是唯一知道你身份的人，所以你沒必要在這兒自己嚇自己。只要你乖乖聽話，我會讓你當上子爵家的養女。”艾莎看着眼前的男人，腦子裡亂成了一團，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他明明知道我是間諜，不僅不殺我，還要給我一個全新的身份。這個男人的心思真的太可怕了。艾莎還是想不通，小聲問了一句：“為什麼？”卡里普斯一邊擰着毛巾，一邊淡淡的說：“因為
你替我擋了那一刀，而且多虧了你受傷，我才有借口帶着骑士團直接闖進公爵領地。算起來，你救了我2次命。既然我欠了你的人情，那我也該給你一個機會，讓你重新開始。艾莎看着他的背影，心裡百感交集。原本以為必死無疑的局，竟然就這樣解開了。謝謝你，公爵大人，你才是我的救命恩人。卡利普斯輕笑了一聲，似乎覺得艾莎的反應很有趣。他語氣輕鬆地說：“別再胡思亂想了，趕緊好好休息吧。”誰能想到，救下克羅斯特公爵之後，艾莎竟然成了公爵府的小英雄。這種被捧在手心裡的日子，確實讓人有點上癮。不過外面的世界已經因為這件事徹底變天了，波斯公爵不得不低頭道歉，但這僅僅是個開始。卡利普斯顯然沒打算就此罷休，他帶着50名騎士直接殺向了多克提亞王國。臨走前，他把艾莎留在了公爵府，雖然只是暫時的，但在這個家裡，他終於有了一個安身的地方。只是這種平靜到底能維持多久呢？雖然現在衣食無憂，但艾莎心裡很清楚，寄人籬下的日子總有盡頭，她必須盡快找到靠自己活下去的辦法。為了不當個吃白飯的閒人，他主動幫女僕分擔家務。可就在這時，他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細節，那個經常出現的園丁叔叔怎麼好幾天沒露面了？女僕覺得這沒什麼大不了，猜測園丁是趁着公爵不在，偷偷給自己放了假。但艾莎卻不這麼想，她記得很清楚，自己受傷臥床的那段日子，這個園丁的行為就很反常。在艾莎最虛弱的時候，是這位園丁叔叔一直守在身邊，他總是提着小籃子，輕聲詢問她的身體好點沒。一看到他出現，艾莎就像見到了親人一樣，直接飛撲進他的懷裡。卡利普斯告訴他，是克羅斯特公爵專門准許讓他留下來照顧艾莎，直到他的傷口徹底痊癒。多虧了這位園丁叔叔，艾莎臥床養傷的日子才沒那麼無聊。他忍不住跟叔叔分享，說自己以前可能看走眼了，其實克羅斯特公爵並沒有想象中那麼可怕。卡利普斯聽了這話，語氣裡透着一絲好奇，追問他為什麼會這麼想。艾莎一臉認真地說，就算自己闖了禍，公爵大人不僅沒有生氣，反而還選擇了信任他。卡利普斯顯然想套出更多話，接着問他到底做錯了什麼。沒想到艾莎卻守口如瓶，調皮地說這是他和公爵的秘密，哪怕是關係最好的叔叔也絕對不能說。就這樣，這個神秘的園丁成了艾莎在這個家裡最信任也最特別的人。對艾莎來說，園丁叔叔是她來到這裡後第一個真心對她好的人。可奇怪的是，克羅斯特公爵前腳剛離開城堡，這位園丁叔叔後腳也跟着消失了。艾莎心裡直犯嘀咕，難道是因為自己沒說出那個秘密，叔叔就生氣不理她了？走廊裡路過的母子正在嬉笑打鬧，看着人家那副幸福的樣子，艾莎心裡突然變得酸溜溜的。她忍不住開始胡思亂想，園丁叔叔是不是也回家了，正帶着自己的孩子在外面度假呢？這種被人丟下的感覺真的讓她好羨慕又好難過。看着別人家團圓的樣子，艾莎心裡別提多羨慕了，她也想擁有這樣的家人。不過現在可沒時間傷感，女僕們已經在遠處大聲催促，今天可是個不得了的大日子。艾莎趕緊拍拍臉蛋，讓自己打起精神來，畢竟今天是她正式在子爵一家面前露面的日子。在女僕們的精心打扮下，艾莎像個精緻的小公主，準時出現在了會客廳。弗里西亞子爵一見面就表現得非常熱情，誇獎艾莎是個聰明的孩子，還讓她千萬別緊張。面對尊貴的子爵夫婦，艾莎表現得落落大方，每一個動作都優雅得無可挑剔。看着她這副乖巧的樣子，子爵夫人心都要化了。子爵更是好奇，這孩子是不是受過什麼特殊訓練？艾莎心裡暗自得意，這種程度的貴族禮儀，對自己這個前世的間諜來說，簡直就是小菜一碟。但她嘴上卻甜得像媽了蜜，說自己是因為太想見到二位，才私下裡偷偷下了不少功夫。這番話哄得子爵讚不絕口，只誇他小小年紀就這麼了不起。緊接着就開始打聽他的年紀。艾莎知道這些客套話只是開胃菜，接下來的問題才是這場面試真正的開始。子爵夫婦聽得一愣一愣的，他們哪能想到，這孩子為了今天能拿高分，私下裡早就把資料背得滾瓜爛熟。提到子爵家族的歷史，艾莎簡直如數家珍，從平民出身到靠種地拿爵位，每一個細節都說得清清楚楚。但這還沒完，艾莎緊接着又拋出了重磅炸彈。她說，如果能被子爵家收養，她不僅要鑽研怎麼種地，甚至還願意親自下田幹活。最後，她還一臉真誠地表示，為了家族的榮耀，她以後連聯姻結婚都聽安排，一定要成為弗里西亞最閃耀的小麥。這番話一出口，子爵夫婦手裡的茶杯都停在了半空，半天沒說出話來。艾莎一邊喝茶一邊觀察，覺得自己這波表現簡直完美，這不就是一個滿分養女該有的樣子嗎？可奇怪的是，子爵夫婦聽完卻陷入了沉默，這反應讓艾莎心裡直打鼓。難道是自己表現得太過了？好在子爵夫人很快開了口，笑着感謝艾莎為了他們家竟然私下做了這麼多功課。子爵也感嘆，難怪克羅斯特公爵會這麼器重他。雖然聽者是在誇獎，但艾莎總覺得氣氛有點微妙。為了徹底穩住局面，她決定再放一個大招。她猛地站起身，正準備獻上自己專門寫的詩，想再刷一波好感度。可誰能想到話還沒說出口，一名女僕就慌慌張張地闖了進來，手裡還拿着公爵發來的緊急電報。看到公爵發來緊急電報，子爵還以為是天大的喜事，覺得肯定是找到那位失蹤的小姐了。子爵夫人甚至已經開始盤算，要準備一場盛大的慶祝宴會。整個屋子的氣氛瞬間變得喜氣洋洋。
可女僕接下來的話卻像一盆冰水當頭潑下。搜尋隊找遍了所有地方，結果卻是一無所獲。茶杯摔碎的聲音在屋裡回盪，子爵夫婦徹底僵住了。他們怎麼也沒想到，公爵家唯一的血脈竟然真的丟了。搜尋的人馬已經全部撤回，這個消息對公爵領來說簡直就是一場地震。卡利普斯親自帶人趕到了那個沒人敢來的鬼地方，在安德拉沼澤附近的廢墟裡，除了滿地的荒涼，他只找到了一隻破舊的嬰兒襪，這竟然就是唯一的線索。卡利普斯盯着手裡的襪子，聲音冷得讓人發抖。他問下屬是不是真的沒別的了，得到的回答卻是一片死寂。如果真像艾莎說的那樣，那位小姐曾經出現在這裡，那在這片荒無人烟的沼澤裡，她到底遭遇了什麼？看着遠方如血的殘陽，卡利普斯心裡很清楚，艾莎提供的情報全是真的。在那樣的環境下，那位小姐根本不可能還活着，甚至連她的名字都沒來得及好好叫上一聲，現在卻什麼都沒剩下，連思念都失去了寄托。卡利普斯冷冷地吐出2個字：撤退。夕陽把影子拉得很長，他翻身上馬，背影顯得異常沉重。對他來說，活着的念頭已經完全消失了，一切都該結束了。卡利普斯看着遠處的殘陽，心裡只剩下最後一個念頭，那就是親手終結這一切。這不僅是一個了斷，更是他唯一能想到的贖罪的方式。劇情全亂套了，原本該出現的人，現在竟然活不見人，死不見屍。艾莎拼命往前跑，周圍人的呼喊他根本聽不進去。難道是因為他的出現，才讓這一切徹底偏離了軌道？當初為了活命，他和克羅斯特公爵做了一場交易，籌碼就是那個失蹤女孩的消息。可如果那個女孩不在那裡，這份契約就會變成他的催命符。這下麻煩大了，如果找不到人，他該怎麼交代？對於卡利普斯家族來說，艾莎本就不該存在，她是必須要被除掉的目標。現在的她已經沒有退路，無論如何都必須活下去。幸好在潛入這裡之前，他早就把宅邸的地圖背得滾瓜爛熟，只要穿過這個通風口，就能直接到達花園。這種地方平時根本沒人會來，只要動作夠快，就沒人能發現他的蹤跡。難道這輩子又要過那種到處躲躲藏藏的日子嗎？艾莎蜷縮在黑暗裡，她真的累了。明明重活了一次，她只想換個活法。記憶裡那些刺耳的爭吵聲又開始在腦海裡炸開。前世的她只是親戚眼裡換取保險金的工具，沒人關心她的死活，只會指責她是個累贅。為什麼這種倒霉事總是沒完沒了的纏着她？前世的艾莎過得簡直像場噩夢，父母走得早，在親戚家寄人籬下的日子，每一秒都讓人透不過氣。好不容易熬到獨立，結果又是還不完的賬單和房租，那種被生活生吞活剝的感覺，她這輩子都不想再體驗了。本以為穿越到這個世界，靠着提前預知劇情，能像普通人一樣安穩活下去，哪怕只是個短命的小配角，他也想拼一把去改寫那個必死的結局。可現實卻給了他當頭一棒，命運根本沒有改變，無論換到哪個世界，他似乎都逃不出這個死循環。看着手裡的藥瓶，艾莎終於明白，有些事從一開始就注定好了，哪怕換了身份，艾莎覺得自己還是那個倒霉的靈魂。穿越到這個世界唯一的好處，或許就是能毫無痛苦的徹底解脫。就在他準備放棄的時候，卡利普斯回到了府邸，他看起來疲憊不堪，根本不想應付那些虛偽的訪客。可還沒等他進屋休息，隨從的一句話讓他整個人定在了原地。那個一直被關着的小家伙竟然憑空消失了。卡利普斯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那個一直乖乖待着的孩子，竟然在眼皮子底下人間蒸發了。整個莊園被翻了個底朝天，也沒找到艾莎的身影。隨從們在儲藏室裡只發現了一個被遺棄的藥瓶。看到藥瓶的一瞬間，卡利普斯整個人都僵住了。那是波斯家族特有的毒藥，專門用來徹底了斷生命。為什麼這種東西會出現在這裡？難道那個孩子已經……一旁的子爵夫人坐不住了，她急吼吼地提議，說要立刻派人去搜尋艾莎，萬一那孩子遇到危險就麻煩了。面對這種急切的催促，卡利普斯卻一言不發，他只是靜靜地站在那裡，沒人能看透這位公爵大人到底在想什麼。眼看卡利普斯突然轉身離開，身後的隨從拼命在後面呼喊，可現在的公爵大人根本聽不進去，對他來說，每一秒鐘都是在和死神賽跑。如果不能在毒發之前找到艾莎，一切就真的全完了。他一把扯掉臉上沉重的面具，甚至顧不上自己的身份和體面，就這樣孤身一人，發了瘋似的衝向城堡深處。艾莎，你千萬不能出事！卡利普斯在長廊上瘋狂奔跑，他对這空蕩蕩的花園大聲呼喊，希望那個孩子能給他一點回應。他心裡很清楚，艾莎雖然是以間諜的身份潛入，但在生死關頭，他還是選擇把命托付給了自己這個敵人。這說明他是真的想活下去。如果他是因為情報出錯才服下的毒藥，那他現在一定覺得自己被拋棄了，甚至可能認為自己是個騙子。卡利普斯顧不上身份，他一邊撥開草叢，一邊大喊：“艾莎，快出來！我是園丁大叔！”一想到那個孩子正躲在某個陰暗的角落裡，獨自承受着情報出錯帶來的恐懼，卡利普斯的心就徹底亂了。難道伊莎真的像當年的自己一樣，因為絕望而徹底放棄了生命？但他很快搖了搖頭，否定了這個想法。那孩子平時雖然裝得挺成熟，其實就是個吃麵包都會掉渣的小糊塗蛋，說不定只是不小心把藥瓶摔碎了。他想起艾莎當初找他做交易的樣子，明明害怕的全身都在打冷戰，卻還是硬着頭皮跟他談條件。等交易一達成，他笑得比誰都燦爛。那樣一個拼了命想活下去的孩子，絕對不可能在這種時候撒謊，他是在拿自己的命當賭注，再向他發出最後的求救信號。想到這，卡利普斯再也等不下去了，他第一次開始懷疑自己，我到底都幹了些什麼？一想到艾莎那個小女孩，他的心就像被揪住了一樣。難道他是因為太害怕被送上斷頭台，所以
才絕望到要自己了斷嗎？這種可能性讓他幾乎無法呼吸。他站在空無一人的花園裡，痛苦地捂住了臉，聲音裡全是懊悔。對不起，艾莎，求求你千萬不要有事。就在他快要崩潰的時候，身後突然傳來一個微弱的聲音：“大叔，是你嗎？”他猛地停下腳步，死死盯着花園深處的陰影。“艾莎，真的是你嗎？”他急切地喊道。“艾莎，你是在裡面嗎？”躲在草叢裡的艾莎終於小聲回應了一句：“大叔。”這一刻，他懸着的心總算落了地。艾莎蜷縮在角落裡，聲音裡滿是絕望。她說自己以前做了很多壞事，本以為死掉就好了，可事到臨頭，她還是會害怕。她看着眼前的男人說：“大叔，我想活下去，哪怕有千萬個該死的理由。”這一刻，她只想抓住唯一的生機。看着眼前的孩子，卡利普斯終於明白，儘管他有那麼多理由死去，為了守護他，他也找到了活下去的意義。卡利普斯伸出手說：“艾莎，抓住我，這裡太危險了。”可伊莎卻往後縮了縮。他說：“如果大叔幫了他，連大叔也會被抓起來的。都這種時候了，他竟然還在擔心別人，到底是什麼樣的遭遇，把一個孩子逼到了這種地步？”卡利普斯大聲告訴他：“艾莎，你沒有錯，錯的是那些大人，該承擔責任的是我們，而不是你。”他知道自己這樣很自私，但他還是想求一個機會，一個能讓他彌補這一切的機會。終於，兩只手緊握在了一起。卡利普斯大聲喊道：“千萬別鬆手，抓緊我！”他猛地一用力，直接把艾莎從黑暗中拉了出來，緊緊護在懷裡。這一刻，所有的恐懼和不安都消失在這個寬大的斗篷下。他低頭看着懷裡的孩子，像是做出了某種決定。從現在開始，他再也不會放手了。在艾莎心裡，公爵就是他的救命恩人，是照進他黑暗世界裡的光。可卡利普斯卻在心裡說：“艾莎，你錯了，真正被救贖的那個人其實是我。”看着懷裡小小的他，這個冷酷的男人第一次露出了溫柔的神色。艾莎做了一個久違的好夢，夢裡沒有逃亡和恐懼，只有久違的溫暖。她夢到了前世的父母，他們還活着，正溫柔地給她唱着搖籃曲。夢裡的她問：“爸爸媽媽，你們現在好點了嗎？”媽媽笑着回答：“當然了，寶貝，你是不是想我們了？”這種感覺真的太真實了，真實到讓她想永遠沉溺在夢裡，再也不要醒來。可就在這時，夢裡的父母突然停了下來，語氣變得有些奇怪。“對了，艾莎。”夢裡的母親突然变了臉色，冷冰冰地盯着她問：“艾莎，那位大小姐在哪？”還沒等她反應過來，整個人就從噩夢中驚醒。原來剛才的一切都是夢，可這裡又是哪？四周的陳設看起來像是某個貴族的臥室。就在他疑惑的時候，一個熟悉的聲音從旁邊傳來：“你醒了。”艾莎愣了一下，下意識喊出了那個稱呼：“大叔。”卡利普斯一直守在床邊，語氣裡帶着一絲不易察覺的關心：“你剛才在夢裡出了很多汗。”艾莎一下子看呆了，她從來沒發現這個大叔竟然長得這麼帥。卡利普斯倒是很淡定，直接把早餐端到了他面前，讓他乖乖坐好吃飯。可伊莎心裡卻開始打鼓，當初自己在下水道躲得好好的，是他把自己找了出來。按理說他是克羅斯特家族眼中的重犯，可為什麼大叔還不把他交出去？他忍不住小聲試探：“大叔，我們這是在哪？”卡利普斯沒有直接回答，只是往他嘴裡塞了一勺飯：“先吃飯，剩下的待會再說。”艾莎好不容易吃完了飯，趕緊擦了擦嘴，盯着眼前的男人問：“大叔，你現在可以說了吧？”他最擔心的只有一件事：我到底什麼時候會被送進監獄？卡利普斯語氣平淡：“這種事以後都不會發生了。”艾莎整個人都懵了。為什麼？因為我已經把那份契約親手撕掉了。艾莎嚇得差點跳起來。難道大叔你是要帶我逃亡嗎？卡利普斯讓他冷靜點，隨後遞過來一份卷軸，這是你一直想要的領養申請書。你之前不是說過你需要一個監護人嗎？艾莎還沒反應過來，就聽見他低聲說了一句：“艾莎，做我的女兒吧，做你的女兒。”艾莎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卡利普斯把文件遞到她手裡：“你不是识字嗎？自己看清楚。”艾莎還是覺得像在做夢。“我真的可以当你的女兒嗎？”卡利普斯看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句地告訴他：“我從來不會對一個小孩子隨口撒謊。”可伊莎卻猶豫了，如果大叔收養了他，會不會因為他也變成被到觸通羈的逃犯？好不容易才遇到一個真正關心自己的人，他真的不想失去他。卡利普斯察覺到了他的沉默，低聲問了一句：“你在猶豫什麼？”艾莎低着頭小聲說：“謝謝你保護我，但我真的不想讓你變成逃犯。”卡利普斯听完笑了：“如果你是擔心克羅斯特家族，那大可不必。”他告訴艾莎：“我知道你不是普通的小孩，但這點小事我還是能搞定的。”艾莎剛想再說點什麼，卡利普斯卻直接拿起了手邊的精靈，輕輕搖了一下。洛克斯帶着仆從推門進來，恭敬地問：“公爵大人，您叫我們吗？”可下一秒，所有人都愣在了原地。洛克斯簡直不敢相信，那個從來不以真面目示人的公爵，竟然在大家面前徹底摘下了面具。洛克斯看着眼前的男人，声音都在發抖：“公爵大人，這麼多年了，您竟然真的摘下了面具。”艾莎看着周圍的一切，這間奢華的過頭的臥室，還有門外那群恭敬鞠躬的家臣，她心裡突然冒出一個念頭。難道說卡利普斯沒有理會眾人的震驚？他低頭看着艾莎，語氣變得非常正式。他向所有人宣布，從今天起，她就是克羅斯特家族的大小姐艾莎。克羅斯特。艾莎手裡緊緊攥着申請書，整个人都傻了。原来一直照顧自己的大叔，竟然就是那個權勢滔天的克羅斯特公爵。他語氣冰冷地警告所有人，以後誰敢不尊重他，後果自負。底下的僕人趕緊低頭領命，誰也不敢多說一個字。艾莎整個人都愣住了，原來這個一直照顧自己的人，竟然真的是傳聞中那位公爵。這下身份徹底變了，以後的日子恐怕再也平靜不了了。
看到艾莎半天沒說話，卡利普斯低聲問了一句：“怎麼？有問題嗎？”他語氣裡帶着一絲調侃，說：“不久前你還求着我收養，難道這麼快就變卦了？”艾莎趕緊搖頭解釋，說事情不是他想的那樣。其實他心裡亂得很，直到現在才知道他的真實身份。可仔細回想一下，之前的疑點實在太多了。明明只是個園丁，卻能隨便帶身份不明的人回來養傷，而且整個公爵府上下竟然沒有一個人敢出面阻攔，這哪裡是園丁能有的權利？分明早就露餡了。艾莎忍不住在心裡嘆氣，只怪自己反應太遲鈍，要是早點多想一下，恐怕早就看穿他的真面目了。艾莎忍不住在心裡感嘆，自己費了那麼大勁想逃離原著劇情，結果兜兜轉轉，最後還是成了公爵家的養女。不過有一點倒是跟小說裡寫的完全不一樣。艾莎小聲說了一句：“以後請多多指教。”看着眼前這個男人，艾莎心裡泛起了嘀咕，他看起來一點都不像小說裡那個殺人不眨眼的大反派，反而這種溫柔的感覺讓他覺得接下來的生活似乎也沒那麼糟糕了。卡利普斯聽完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：“我知道了。”艾莎怎麼也沒想到，小說裡那個滿嘴謊話的騙子，現實中竟然成了這個世界上最疼愛他的人。卡利普斯抱着他輕聲說：“我也很期待以後的日子。”沉寂了整整5年的公爵府，因為艾莎的到來徹底變天了。最讓大家震驚的是，卡利普斯竟然摘下了那副面具，露出了那張帥氣的過分的臉。底下的女僕們忍不住聚在一起嚼舌根，說在這幹了3年，還是頭一次見到大人的真面目。大家心裡都充滿了疑問，這個自稱知道大小姐下落的孩子，到底有什麼魔力，能讓公爵大人不僅收養了他，甚至還給了他直系繼承人的身份？難道是因為太想念失蹤的大小姐，公爵大人的判斷力出了問題？眼看底下的女僕們越說越離譜，女僕長冷着臉呵斥道：“夠了！”他嚴肅地告訴所有人，不管公爵大人是怎麼想的，既然命令已經下達，大家就必須像對待親生大小姐一樣，給這個孩子最高的尊重。諾克斯獨自站在走廊裡，看着艾莎離開的方向，陷入了沉思。對他來說，這個突然出現的孩子身上藏着的秘密實在太多了。他推了推眼鏡，徑直走向公爵的辦公室，敲響了大門。諾克斯詢問：“那孩子現在怎麼樣了？”卡利普斯頭也不抬地說：“除了有點累，身體倒是沒什麼大礙。”但他隨即話鋒一轉，盯着公爵追問道：“關於那個孩子，您難道沒有什麼想先跟我解釋的嗎？”卡利普斯有些無奈地嘆了口氣，看來你又是為了我女兒的事情來的。諾克斯可沒打算輕易放過他，直言不諱地說：“看您這緊張勁，不知道的還以為您是他的親生父親。畢竟公爵領收養過的孤兒不少，但像艾莎這樣能讓公爵大人如此上心的，還真是頭一個。”諾克斯推了推眼鏡，語氣變得異常嚴肅。他提醒公爵，一個來歷不明的孩子竟然聲稱知道大小姐的下落，這本身就疑點重重。更重要的是，您親自帶人趕過去確認，結果卻撲了個空，那裡根本沒有大小姐的身影。諾克斯越說越激動，他懷疑這一切從頭到尾可能就是一個精心編織的謊言，甚至那個孩子很有可能是波斯家族派過來的間諜。還沒等他說完，卡利普斯冷冷地打斷了他：“注意你的身份，諾克斯。”諾克斯這次是真的急了，他顧不得身份，直言不諱地提醒公爵：“波斯家族的間諜還沒抓乾淨，多克提亞王國又在邊境蠢蠢欲動，那些人可都盯着您的位子呢。”他越說越嚴肅，如果不是克羅斯特家族一直在前線抵禦魔物，那些野心家恐怕早就打過来了。這種時候，您絕對不能感情用事。卡利普斯冷冷地反問了一句：“你是在質疑我的判斷嗎？”諾克斯頂着壓力建議：“還是按以前的規矩辦吧，把艾莎送去公爵領的孤兒院，或者找個靠譜的貴族領養，這對大家都好。”可卡利普斯根本沒打算商量，他直接甩出一份文件，語氣不容置疑：“不用再說了，艾莎現在就是我的女兒，領養協議我早就簽好了。”諾克斯越說越激動，他提醒公爵別忘了，自從您的家人失蹤後，這些年想冒充身份來騙您的人簡直多得數不過來，甚至還有人連襁褓裡的嬰兒都敢利用，就是為了能攀上克羅斯特家族。諾克斯盯着卡利普斯，語氣裡滿是不解。在他眼裡，公爵一向是個冷酷理智的人，絕不會被廉價的同情心蒙蔽。可他怎麼也想不通，為什麼偏偏是那個孩子能讓公爵做到這種地步？面对這聲嘶力竭的質問，卡利普斯只是沉默地坐着。卡利普斯終於說出了真心話：救下那個孩子，其實是他當時唯一的選擇。諾克斯聽得愣住了，他從沒見過公爵這副模樣。卡利普斯自嘲地笑了笑，他這輩子都在為了家族拼命，可結果呢？家人一個個離去，最後只剩下這些冷冰冰的勳章，根本毫無意義。他承認自己也會累，也會有撐不下去的時候。就在他最絕望的時刻，是艾莎的出現給了他活下去的希望。對他來說，那個孩子不是麻煩，而是上天賜給他的救贖。卡利普斯看着諾克斯，語氣裡帶着一絲懇求：“我知道你在擔心什麼，但這一次，請試着相信我。”面對公爵的堅持，諾克斯沉默了很久，最終還是退了一步，低聲回了一句：“明白了。”但他緊接着提出了一個極其殘酷的條件，他要求公爵必須承諾，如果發現艾莎是在演戲，或者他對家族產生了威脅，到那時候，請您務必保持理智，毫不猶豫地徹底放棄那個孩子。書桌上放着一份秘密報告，上面的內容讓人脊背發涼。艾莎的報告：成功潛入克羅斯特家族，真是說誰誰到。艾莎一眼就認出了走廊盡頭的諾克斯，這位可是公爵身邊的紅人，要是能跟他搞好關係，以後的日子肯定好過得多。艾莎立馬換上一副笑臉，甜甜地打了個招呼：“諾克斯大人，下午好呀。”
諾克斯愣了一下，雖然禮貌地回了一句，但轉過頭卻莫名其妙地嘆了口氣。看着諾克斯離去的背影，艾莎心裡很清楚，在他眼裡，自己已經成了個滿嘴謊話的小騙子。雖然早就習慣了被人討厭，但這種被當眾嫌棄的感覺還是讓人有點不是滋味。不過現在可沒時間難過，既然公爵大人還站在自己這邊，那就必須再加把勁，徹底抱穩這根大腿。艾莎推開書房的大門，甜甜地喊了一聲：“大人！”卡利普斯放下手裡的書，語氣裡帶着一絲無奈：“不是讓你在房間待着嗎？怎麼又跑過來了？”艾莎一頭扎進卡利普斯懷裡，小聲嘟囔着：“一個人待着太悶了。”她有件事得告訴卡利普斯。她從懷裡掏出一塊餅乾，卡利普斯一臉納悶：“這不就是塊零食嗎？”可伊莎接下來的話讓他徹底變了臉色，這可不是普通的餅乾，而是波斯公爵家傳出來的秘密電報。他們專門訓練老鼠，把情報啃成文字的形狀，再神不知鬼不覺地送出去。只要看完了，把餅乾捏碎，連一點證據都抓不到。這套情報網比想象中還要可怕。他們把據點偽裝成普通的修理鋪，只要波斯公爵一聲令下，消息就能傳遍每一個角落。不管是守衛森嚴的皇宮，還是荒涼寒冷的北境，只要有老鼠能鑽進去的地方，就沒有他們送不到的情報。艾莎忍不住感嘆，難怪波斯公爵能橫行這麼久，靠的就是這套滴水不漏的法子。他翻過手裡的餅乾，發現上面的信息還沒完，最後的一行字讓屋裡的氣氛瞬間降到了冰點。收養任務已確認，接下來請把全部精力放在繼承人選拔上。餅乾上的最後2個字讓艾莎整個人都僵住了，上面寫着：多羅西處理掉。這就是間諜失敗的下場，一旦失去利用價值，就會像垃圾一樣被徹底抹除，連曾經存在過的痕跡都不會留下。卡利普斯盯着那塊碎掉的餅乾，沉聲問道：“你是說這是波斯家族發給你的電報？”艾莎心裡咯噔一下，壞了，剛才光顧着揭露真相，表現的實在太扎眼了。如果卡利普斯開始懷疑自己的身份，那接下來的處境恐怕比多羅西還要危險。作為鎮壓魔獸的家族，克羅斯特家必須選出繼承人，這在原著裡可是個扭轉命運的重頭戲。艾莎突然反應過來，自己真是哪壺不開提哪壺。卡利普斯剛失去所有家人，找回親生女兒的希望也破滅了，現在跟他聊繼承人，簡直是在人家傷口上撒鹽。他剛想開口解釋，卡利普斯卻面無表情地拍掉了手裡的餅乾碎屑。他冷冷地丟下一句，竟然對一個5歲的孩子說這種沉重的話。他扯開嗓子大喊：“麥，快過來幫忙！”卡利普斯把女僕長叫到跟前，叮囑她看好艾莎，然後轉身去找諾克斯商量對策。看着他離開的背影，艾莎心裡很清楚，他這次是真的氣炸了。雖然不該這麼想，但艾莎心裡竟然有點甜滋滋的。畢竟這個男人是為了替她出頭才發這麼大的火，這種被人護着的感覺讓她第一次覺得在這個冰冷的家裡有了依靠。不過她可不想一輩子只當個被保護的小孩，既然決定要留下來，就要想辦法讓自己變強，總有一天她也要成為那個能讓卡利普斯依靠的人。為了在這個家裡站穩腳跟，艾莎決定先撕掉身上騙子的標籤，只要表現得足夠乖巧懂事，總有一天大家會真心接納她這個艾莎。她特意分出一塊蛋糕，滿臉堆笑地邀請女僕長麥夫人：“這麼多我也吃不完，要不要一起嘗嘗？”可麥連看都沒看一眼，語氣冷得像冰渣子：“艾莎小姐，你沒必要強迫自己跟我們套近乎。”這一句話直接把艾莎的熱情澆了個透。還沒等她反應過來，麥又補了一刀：“在這裡沒人想跟一個食言的人做朋友，畢竟你當初答應過會把真正的公爵小姐找回來。”原來在這些僕人眼裡，她不僅是個外人，還是個霸佔了別人位置的背信棄義者。氣氛尷尬到了極點，艾莎怎麼也沒想到自己的討好換來的竟是這種羞辱。她愣在原地好半天，才勉強硬擠出一個笑臉，對着麥的背影喊道：“沒關係，那下次有機會一定要一起吃。”麥顯然沒料到這孩子居然這麼能忍，他停頓了一下，語氣依舊沒有任何溫度，只是叮囑艾莎好好休息，隨後便頭也不回地走了。隨着房門重重關上，屋子裡只剩下艾莎一個人和那塊沒送出去的蛋糕。而此時此刻，在公爵的辦公室裡，卡利普斯坐在桌前，語氣冷得讓人脊背發涼：“諾克斯，我從沒懷疑過你的能力，但這次的事你真的太讓我失望了。那個試圖暗殺的刺客女僕已經在地下室死掉了。”卡利普斯猛地拍案而起，他明明下過死命令要嚴加看管這個女人，結果審訊還沒開始，唯一的線索就這麼斷了。諾克斯無奈地解釋，他今天一早就派了審訊官過去，為了保險起見，還專門安排了騎士在旁監視。可誰能想到，等騎士趕到現場的時候，女僕已經徹底沒氣了。更詭異的是，現場到處都是掙扎的痕跡，不僅女僕死了，就連那個負責審訊的人也倒在了血泊裡。諾克斯推了推眼鏡，語氣沉重地匯報：“那個審訊官看起來是畏罪自殺了。”卡利普斯冷哼一聲，顯然不信這種巧合。他很清楚繼承人選拔賽馬上就要開始了，現在家族內部的氣氛實在是不太對勁。他轉過身對諾克斯下達了死命令：“從現在起加強府邸所有的安保，尤其是艾莎那邊必須給我盯緊了。”諾克斯愣了一下，似乎沒明白為什麼要針對一個小女孩。可卡利普斯接下來的話才真正讓人坐不住了。他說，在接下來的選拔賽上，他打算正式公開艾莎的身份。卡利普斯突然開口，要在接下來的繼承人選拔上正式公開艾莎的身份。這消息來得太快，艾莎整個人都愣住了。畢竟她現在才算真正加入家族，可問題是，想要通過選拔，就必須證明自己的實力。在這個要對抗怪物的家族裡，沒有兵系異能幾乎就是死路一條。可偏偏一莎根本沒有這種力量。
現在的克羅斯特家族直系血親全都失蹤了，繼承人的位置一直空着，誰都想來分一杯羹。卡利普斯心裡很清楚，只有在選拔賽上正式宣布艾莎是他的女兒，才能堵住那些人的嘴。他温柔地告訴伊莎，只要有了這個身份，以後就沒人敢再輕視他。其實伊莎心裡很清楚，自己在府邸裡的日子並不好過，甚至還在被偷偷排擠。但看着眼前的卡利普斯，他還是決定收起那些不安。只要有叔叔在身邊，似乎一切都沒那麼可怕了。可他並不知道，這場所謂的選拔賽背後還藏着更深的算計。卡利普斯明天就要出城打怪了，臨走前他特意叮囑艾莎，要是有什麼需要，儘管去找諾克斯。看着卡利普斯這一身厚重的行頭，艾莎這才反應過來，接下來的日子他得一個人在府邸裡待着了。誰知道卡利普斯又補了一句，要是諾克斯敢找麻煩，就直接往他頭上招呼，他絕對會裝作沒看見。這話把一旁的諾克斯嚇得夠嗆，艾莎也有些猶豫，真的能對自己人的腦袋下手嗎？第二天一早，卡利普斯就動身去了北方，府邸裡只剩下艾莎，還有那個形影不離的諾克斯。說是照顧，其實就是全天候盯着。艾莎走到哪，諾克斯的視線就跟到哪。看着艾莎走路摇摇晃晃的樣子，諾克斯推了推眼鏡，一臉嚴肅地問旁邊的女僕長：“小孩走路都像小鴨子嗎？”女僕長一臉無奈地回答：“這個年紀的孩子走路基本都是這個樣子。看來長得可愛，確實是幼年生物最強有力的保護色。就連諾克斯這種冷面笑匠，盯着盯着，心思也跟着跑偏了。”諾克斯還在那碎碎念，研究什麼幼年生物的生存法則。艾莎聽得滿頭黑線，本以為他是個一板一眼的嚴謹派，沒想到私下裡竟然是個怪人。就在這時，女僕慌慌張張地跑了過來，打破了這份詭異的平靜。原來是莉莉絲侯爵突然登門，指名道姓要見公爵。可現在卡利普斯根本不在府邸，下人們完全亂了陣腳。艾莎心裡咯噔一下，這個莉莉絲侯爵可不是省油的燈。作為克羅斯特家族的分支，他眼裡從來只有利益和金錢，偏偏挑在這個節骨眼上出現，這擺明了是趁虛而入，要來找麻煩了。諾克斯心裡很清楚，侯爵這種人偏挑公爵不在的時候上門，絕對沒安好心。他本想讓女僕把人打發走，可話還沒說完，莉莉絲侯爵已經大搖大擺地闖了進來，甚至還動手動腳地摟住女僕，假惺惺地打聽公爵的下落。誰都能看出來，他就是想趁着克羅斯特家族現在沒有繼承人，趕緊過來撈點好處。當諾克斯說出公爵去打怪時，莉莉絲侯爵竟然還裝出一副完全不知情的驚訝模樣。這演技看得艾莎直翻白眼，明明全城都知道的事，他卻能演得這麼心安理得，簡直是不要臉到了極點。看着這火藥味越來越濃，艾莎決定趕緊溜回房間，免得一會兒被捲進這場麻煩裡。艾莎正想悄悄溜走，誰知半路殺出個冒失鬼，一邊大喊着讓開，一邊橫衝直撞地跑了過來。還沒等艾莎反應過來，整個人就被重重地撞倒在地，疼得她半天沒說出話來。諾克斯聽到動靜趕緊衝過來，一把扶起地上的艾莎。撞人的正是特克斯，這小子不僅沒有半點歉意，反而還一臉嫌棄地拍了拍衣服。惡人先告狀，地質問艾莎，他竟然說是艾莎太傲慢，故意擋住了他的去路。特克斯在那兒心疼的不行，一邊拍着新衣服上的灰，一邊嘟囔着艾莎太沒教養。艾莎看着這小屁孩，心裡其實挺無奈的，跟這種人當眾吵架實在太丟份，乾脆先低個頭，主動說了聲對不起。旁邊的諾克斯都愣住了，沒想到小姐竟然會主動退讓。可誰知道特克斯根本就是個給臉不要臉的主，他冷笑着指了指衣服，覺得光道歉根本不夠。他臉上的表情越來越陰險，接下來的話更是讓人心驚。他竟然要求艾莎直接跪在他面前認錯，這話一出口，空氣都像是凝固了。這已經不是小孩子鬧脾氣，這是赤裸裸的羞辱。諾克斯實在聽不下去了，他一把將艾莎護在身後，嚴厲地警告特克斯，站在他面前的可是克羅斯特家族的正牌大小姐。艾莎盯着眼前的少年，終於想起來他是誰了。在原著的故事裡，這個特克斯莉莉絲侯爵才是公爵爵位的下一任繼承人。可特克斯不僅沒被嚇住，反而笑得更加狂妄。在他眼裡，艾莎不過是個沒名沒分的小屁孩，說她只是個靠傳聞活着的養女。他甚至當面嘲諷艾莎，說她這輩子也別想繼承家業，因為克羅斯特家族從來不需要一個連兵都玩不明白的廢物。誰也沒想到，一直沉默的艾莎竟然開口了。她盯着特克斯，語氣平靜卻字字扎心，直言對方根本沒那個當繼承人的命。特克斯整個人都聽傻了，他可是莉莉絲侯爵家族的驕傲，竟然被一個養女指着鼻子罵，說他心眼兒比針尖還小，完全不配繼承爵位。這下可算是捅了馬蜂窩。特克斯被徹底激怒了，他一邊叫囂着要給艾莎點顏色看看，一邊猛地抬起了手。諾克斯在旁邊嚇得大喊住手，可已經太遲了。特克斯的手中竟然泛起了寒光，眼看這一招就要砸向艾莎。特克斯這回是動真格的了，隨着他双手一揮，巨大的冰晶在大廳裡瘋狂炸開。就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刻，諾克斯猛地衝上前去，用自己的後背死死護住艾莎，替他擋下了所有的衝擊。等動靜稍微小了一點，諾克斯趕緊回頭確認，問艾莎有沒有受傷。可對面的特克斯卻笑得更狂了，他問艾莎瞧見沒，現在還覺得他好欺負嗎？艾莎卻冷靜地反駁，克羅斯特公爵之所以受人尊敬，是因為他用力量去保護別人，而你這種只會威脅別人的家伙，根本沒有資格繼承這份力量。這句話徹底激怒了特克斯。就在他準備動手的時候，諾克斯突然大聲喝止，這場鬧劇終於要收場了。
諾克斯擋在艾莎身前，語氣冰冷地警告侯爵：就算你是莉莉絲侯爵的人，敢動小姐一根頭髮，也別想全身而退。侯爵聽完不僅沒怕，反而陰陽怪氣的冷笑：公爵大人還真是養了一頭好狗。他甚至當面威脅諾克斯，等特克斯以後當了家主，第一件事就是教教你们這些家臣到底什麼叫規矩。諾克斯露出了一個讓人膽寒的微笑，既然你這麼說，那這些話我可就記在心裡了。侯爵雖然嘴上罵着混蛋，但也只能灰溜溜地離開。諾克斯轉頭吩咐女僕，先把艾莎小姐送回房間。就在艾莎準備離開時，腳邊突然滾過來一個東西，她低頭一看，竟然是一支精緻的鋼筆。這支筆是從莉莉絲侯爵身上掉出來的。艾莎好奇地撿起來，發現上面竟然刻着一個名字：盧斯。如果沒記錯的話，克羅斯特公爵的家人當年全部離奇失蹤了，其中二兒子盧卡斯最慘，因為身上帶着特殊能力，竟然被奴隸販子高價賣到了馬戲團。而那個親手毀掉公爵一家的奴隸販子，名字剛好就叫盧斯。一個盯着繼承人位置的侯爵，竟然和拐賣公爵之子的罪犯同名，這絕對不是什麼巧合。現在可以肯定了，莉莉絲侯爵和那個奴隸販子，要麼就是一夥的，要麼他本人就是盧斯。本來的打算是想幫公爵找回失蹤的孩子，可現在的局面跟原本的劇情完全對不上。在那個故事的最後，公爵終究還是沒能找到女兒，這讓我根本不敢輕易開口。萬一情報再次出錯，我不只會被公爵府掃地出門，更是在他的傷口上撒鹽。這種二次傷害對他來說實在太殘忍了，但我到底該怎麼辦？卡利普斯突然停下腳步，盯着艾莎的腳尖說：你的鞋是不是小了？艾莎下意識的想掩飾，小聲說還能湊合穿。可卡利普斯根本不聽，直接問他喜歡什麼顏色。誰能想到堂堂公爵竟然會親自蹲下身子為他換上一雙亮眼的黃皮鞋，還溫柔地說這雙鞋簡直是量身定做。他拉着艾莎的手鄭重宣布，從今天起你就是我的女兒，以後想說什麼就大膽說，沒必要看任何人的臉色。看着腳上的新鞋，艾莎心裡五味雜陳。一個對毫无血緣的孩子都這麼溫柔的人，內心到底有多想念自己失蹤的家人？既然公爵給了他一個家，那他也絕对不能再退縮了，哪怕是為了報答這份溫柔，他也要拼盡全力幫公爵找回真正的真相。諾克斯氣得狠狠砸向桌面，莉莉絲侯爵真是越來越放肆了，竟然敢沒打招呼就闖進公爵府。他在心裡暗暗感嘆，如果公爵大人或者小主人在場，局面絕不會變得這麼被動。可讓他萬萬沒想到的是，艾莎這個看起來弱不禁風的小姑娘，剛才竟然處理得滴水不漏。在那一瞬間，她身上散發出的那股威嚴，甚至讓人產生了一種錯覺，仿佛她天生就屬於這裡。諾克斯忍不住開始懷疑，難道公爵大人早就看穿了這一切，才決定收養她的嗎？諾克斯看着桌上的文件，心裡忍不住在想，如果艾莎真的能成為公爵的助力，那他是不是也能放下對失蹤小主人的那份執念了？就在這時，門外突然傳來一陣響動，諾克斯猛地回頭大喊：誰在那兒？結果低頭一看，竟然只是一隻灰溜溜的老鼠。可這種地方怎麼會平白無故出現老鼠？諾克斯蹲下身子仔細觀察，發現地上全是奇怪的藍色腳印，他心裡咯噔一下，突然想起公爵曾經提過，那些來自侯爵的間諜最擅長的手段就是利用老鼠來傳遞情報。難道公爵府已經被盯上了？諾克斯越想越覺得不對勁，在這種天寒地凍的地方，根本就不該有老鼠出現，更何況前2天才剛處決了一個間諜，現在老鼠又冒了出來，這說明府裡肯定還有內鬼。他順着那些藍色的腳印，一路追到了房間門口，猛地推開大門，準備當場抓個現行。結果推開門一看，諾克斯整個人都僵住了，艾莎正趴在地上，手裡還攥着一支筆，看着滿地的藍色墨水，諾克斯無奈地嘆了口氣，我竟然試圖相信他，我真是個傻瓜。艾莎回過頭，一臉天真地問，諾克斯先生，你怎麼突然過來了？諾克斯一把抓住了艾莎的手腕，他語氣裡滿是懷疑，你到底在寫什麼？與此同時，遠在千里之外的風雪中，卡利普斯正準備收兵，隨從卻急匆匆地跑了過來，大喊着有諾克斯先生的急報。卡利普斯接過通訊球，隨從在一旁不停催促，說這封信必須立刻查看。誰也沒想到，卡利普斯看完消息後，竟然1秒鐘都等不了，直接下令開啟傳送門。隨從整個人都懵了，討伐任務才剛剛結束，到底出了什麼天大的事，能讓公爵大人如此心急火燎地趕回去？卡利普斯死死盯着情報，語氣冰冷地吐出幾個字：我必須立刻回去。水晶球上浮現出的文字，艾莎竟然一直在和波斯公爵秘密聯絡，他們現在正動身前往碰頭地點。艾莎小聲叫了句：諾克斯先生。看這架勢，對方這次是真的氣得不輕，馬車裡的氣氛壓抑得讓人沒法呼吸。時間回到幾個小時前，艾莎一個人待在房間裡，她心裡很清楚，現在公爵不在，自己能做的事情實在太有限了，而且誰也沒法保證盧卡斯現在是不是還在馬戲團。如果貿然行動，情況只會變得更糟糕。既然這樣，那就只有一個辦法了，只能想辦法把諾克斯也拉下水。諾克斯這人精明得很，只要露出一丁點馬腳，絕對瞞不過他的眼睛。既然他這麼擅長對付間諜，那就乾脆順着他的路子來，讓他覺得自己抓到了大魚。諾克斯盯着艾莎問：你到底在寫什麼？居然直接寫在衣服上。他一把扯過布料，看着上面藍色的痕跡，這手法他再熟悉不過了，跟那些潛伏的間諜傳信的方式一模一樣。看到諾克斯這個反應，艾莎心裡暗暗叫好，上鈎了。諾克斯冷冷地看着他，你是不是覺得能一直這樣騙過公爵大人？走吧，冒牌公主，我們一起去馬戲團。雖然成功把他拉下了水，但艾莎心裡也沒底，如果盧卡斯不在那兒，
他只能把這一切都推給小孩子的惡作劇了。計劃進行得很順利，諾克斯確實跟他出發了。可結果呢？這馬車裡的氣壓也太低了。諾克斯坐在對面，一言不發，那種壓迫感簡直讓人喘不過氣來。從離開公爵府到現在，他連一個字都沒說過。艾莎坐在角落裡，心裡只剩下一個念頭：這家伙真的太可怕了。既然是利用了諾克斯，那接下來的後果，艾莎只能自己硬着頭皮受着。馬車停穩，目的地到了阿西里馬戲團。表面上看，這裡到處是歡呼聲和彩帶，跟普通的馬戲团沒什麼兩樣，但這只是用來打掩護的幌子。艾莎心裡很清楚，在原著的劇情裡，克羅斯特家族的二公子就被關在這個地方。掀開這道紅色的幕布，真正的地獄才剛剛開始。這裡不僅有違法的畸形秀，背地裡還幹着綁架和人口買賣的勾當。隨着台上的面具男一聲令下，馬戲團正式開場，瘋狂的人群瞬間湧了進來。諾克斯被擠得根本站不穩，他一邊護着艾莎，一邊還在質問他到底想幹什麼。但這正是艾莎想要的。趁着場面亂成一團，他看準時機，直接鑽進人堆裡，徹底甩掉了諾克斯。本來他是想帶着諾克斯一起找人，但現在看來，這家伙對他的惡惡已經到了極點。要是繼續待在他身邊，幹什麼都束手束腳。諾克斯在人群裡急瘋了，大聲喊着艾莎的名字，可他哪裡知道，艾莎早就已經跑遠了。現在的當務之急是趁亂趕緊找到盧卡斯，只要能把人救出來，剩下的賬以後再算。艾莎心裡很清楚，像盧卡斯這種擁有特殊能力的，肯定會被馬戲團當成 S 級商品，關在普通人根本進不去的地方。既然這樣，那就只有一個辦法了。他決定把自己也变成商品，主動送上門去。他主動撞到了2個黑衣守衛，這地方可不是小孩子能亂逛的。对方立刻警覺地圍了上來。艾莎反應極快，瞬間開啟了演技模式。她裝出一副快要哭出來的樣子，說自己是跟爸爸媽媽走散了。這2個守衛顯然沒起疑心，還打算帶她去員工休息室等父母。這下正合艾莎的心意，只要能混進去，離盧卡斯就又近了一步。守衛試探着問艾莎：“你父母到底長什麼樣？”艾莎故意裝出一副天真的樣子，說家裡生意做得特別大，父母穿的衣服都非常華麗。這番話一出口，守衛的眼神立刻就不一樣了。艾莎心裡很清楚，自己這身公爵府的定制禮服，在這些亡命徒眼裡，就是一筆從天而降的橫財。作為勒索贖金的商品，它的價值已經足夠讓對方鋌而走險。雖然這招很冒險，但為了救人，他已經顧不上那麼多了。守衛果然上鈎了，假裝要帶他去找父母，其實是領着他往更深處走去。看着對方的背影，艾莎知道計劃已經成了一半，接下來的路才是真正的龍潭虎穴。艾莎悄悄跟在守衛後面，聽着他們在那嘀咕，說什麼要去看一下商品的情況，還提到了一個名字——波斯公爵。聽到這個名字，艾莎整個人都愣住了。之前那些零散的線索，不管是離奇的屍體，還是那支特殊的鋼筆，現在全都像拼圖一樣對上了。原來這一切的幕後黑手，竟然就是波斯公爵，他才是所有陰謀的核心。事情比想象中還要糟糕，如果公爵也牽扯進來，那艾莎接下來的計劃恐怕全都要泡湯了。可還沒等他想出對策，前面的守衛突然停下腳步，冷冰冰的回過頭來：“小鬼，接下來的路你還是先睡一覺吧。”艾莎還沒來得及反應，後腦勺就挨了重重的一擊，意識瞬間陷入了黑暗。雖然艾莎早就做好了心理準備，但這一棍子挨下來是真的疼啊！在半夢半醒的黑暗中，他的耳邊不斷回盪着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聲音：“為了波斯公爵，我們為波斯公爵而存在，哪怕丟了性命也要完成任務。”這些話就像詛咒一樣，刻在每一個被抓來的孩子心裡。原來在波斯公爵眼裡，他們根本不是人，而是隨時可以丟棄的工具。難道到頭來還是連一步都沒能逃掉嗎？就在他以為徹底完了的時候，感覺到有人在輕輕觸碰他，還往他身上蓋了一件衣服。艾莎迷迷糊糊地睜開眼，下意識喊了一聲大叔。可等他看清眼前的景象，整個人瞬間清醒了。守在他身邊的竟然是一個被鎖鏈拴着的黑髮少年。他正低聲問艾莎是不是醒了。艾莎愣住了，眼前的少年雖然看起來很狼狽，但那張臉還有那雙深邃的藍色眼睛，簡直和克羅斯特公爵小時候一模一樣。這雙眼睛絕對不會錯。艾莎心裡咯噔一下，難道他就是盧卡斯？艾莎心裡很清楚，只要能帶走他，接下來的計劃就穩了。盧卡斯疑惑地問：“你怎麼也到這兒來了？看起來年紀這麼小。”艾莎故意裝作難過，低聲說：“我和父母走散了。”盧卡斯無奈地回答：“那你只能祈禱家裡很有錢了，否則根本出不去。”艾莎試探着問：“你在這裡待了多久？”盧卡斯沉默了很久，吐出2個字：“5年。”時間完全對得上，看來沒錯了，他就是克羅斯特家族失蹤的二兒子。艾莎顧不上那麼多，直接對盧卡斯說：“我來幫你解開，咱們一起逃出去。”盧卡斯根本不信，這鎖鏈可不是普通貨色，專門用來壓制魔力的，亂動只會白費力氣。艾莎仔細一看，這上面的文章果然是波斯公爵領地的手筆，這種東西專門針對克羅斯特家族設計，普通人確實拿他沒辦法，但對艾莎來說這簡直是小菜一碟，畢竟她曾經受過的訓練就是為了對付這種玩意兒。這道看似無解的死鎖馬上就要被徹底攻破了，5秒鐘，如果解不開這道鎖，就只有死路一條。這是艾莎刻在骨子裡的生存法則，哪怕只有一根細針，她也能在瞬息之間徹底瓦解這沉重的束縛。隨着一聲脆響，鎖開了，艾莎鬆了一口氣，趕緊招呼盧卡斯：“快跟我走！”可盧卡斯並沒有動，他死死盯着艾莎，冷冷地問：“你是波斯公爵派來的？”
艾莎愣住了，完全沒反應過來他在說什麼。盧卡斯語氣冰冷：“如果不是他的人，你怎麼可能解開這道鎖？”艾莎心裡咯噔一下，她沒想到盧卡斯竟然知道綁架案和波斯公爵有關。她剛想開口解釋，卻下意識喊出了對方的名字：“盧卡斯，那是。”話一出口，艾莎就後悔了，她還沒自我介紹，怎麼會知道對方叫什麼？盧卡斯眼神一沉：“你居然知道我的名字？”他冷笑着自言自語：“先是派大人來折磨我，現在又派個笨手笨腳的小鬼。波斯公爵還真是荒謬。”他步步緊逼，直接給艾莎定了罪：“你就是他派來的間諜吧？”艾莎大聲反駁：“我才不是什麼間諜。”可話剛說完，他自己都心虛了，畢竟他現在的身份確實和那個家族脫不開干係，想要徹底洗清過去，看來沒那麼簡單。只要天生是間諜，這輩子就永遠逃不掉。這個念頭就像詛咒一樣，死死纏着艾莎。周圍那些冰冷的目光，仿佛都在提醒他，無論怎麼偽裝，大家其實早就看穿了他。不是這樣的。還有一個男人從始至終都站在他這邊。卡利普斯溫柔地抱着他，輕聲說：“艾莎，不管別人怎麼說，你永遠是我的女兒。”就是這句話給了艾莎活下去的底氣，因為在這個世界上，終於有人願意無條件的相信她一次。艾莎深吸一口氣，終於不再隱瞞：“沒錯，我以前確實是個間諜，但那並不是我的選擇。我一出生就被親生父母扔了，是波斯公爵收留了我，把我當成工具一樣培養。那段日子簡直是噩夢，我每天都在掙扎，拼了命也想逃離那個鬼地方。直到後來，我被克羅斯特家族救了出來，才總算活得像個人。”艾莎看着盧卡斯，眼神裡全是真誠：“我在波斯公爵那裡聽說了你的事，當時我就在想，如果你也是從小被他綁架，那你一定和我一樣做夢都想逃走，所以我一定要救你出來。”艾莎一臉認真的承諾，只要能救出盧卡斯，不僅能報答公爵大人的恩情，還能讓他父子團聚。盧卡斯，我們一起逃走吧。可盧卡斯聽完，臉上沒有一點喜悅，反而冷冰冰的回了一句：“哦，是嗎？”還沒等艾莎反應過來，一股強大的藍色魔力瞬間爆發，直接把他整個人封在了冰晶裡。盧卡斯面無表情的走近，語氣裡透着讓人發涼的絕望：“我誰都不信，我只信我自己。”他盯着被困住的艾莎，說出了那個殘酷的真相：“因為你口中那個所謂的父親，這5年來根本就沒找過我。”盧卡斯根本沒打算廢話，直接用魔力轟開了牢房大牆。他回頭冷冷地看了一眼：“既然你這麼有本事，那就祝你好運，你自己想辦法出來吧。”說完，他頭也不回地走了。艾莎這下徹底傻眼了，大聲喊着讓他回來先解開冰晶，可對方根本不理他，這下全搞砸了。盧卡斯不僅把他當成了仇人，萬一他現在撞上諾克斯，那局面就徹底失控了。還沒等艾莎想出對策，頭頂突然傳來一陣巨響，剛才那一擊的威力太大，整個地牢竟然開始崩塌了。艾莎被困在冰裡，動彈不得，只能眼睜睜看着巨大的石塊朝自己砸了下來。誰能想到盧卡斯那家伙心腸竟然比我想象的要軟，他那個冰凍束縛其實根本就沒使勁，剛才碎石掉下來一砸，艾莎就順勢溜了出來。真不愧是公爵家的直系血親。艾莎才刚跟在他後面跑出來，就發現外面已經搞得一塌糊塗。看着滿地倒下的守衛，艾莎忍不住感嘆，以前覺得特克斯的能力還算不錯，但現在跟盧卡斯一比簡直差遠了。這種恐怖的天賦完全就是降維打擊，得趕緊找到盧卡斯才行，萬一他現在撞上諾克斯大人，那場面可就沒法收拾了。就在艾莎心急如焚的時候，廢墟縫隙裡突然傳來一聲貓叫，誰能想到這種地方竟然還藏着一隻貓？而另一邊的盧卡斯已經徹底殺瘋了，強大的藍色魔力瞬間爆發，周圍的守衛連近身的機會都沒有，直接被震飛了一大片。盧卡斯看着滿地狼藉，心裡只有無盡的憤怒，被這種雜碎抓住，對他來說簡直是奇恥大辱。更重要的是，他現在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艾莎那句要帶他回家的話，就像一根刺扎在了盧卡斯心裡最軟的地方。他一邊清理着擋路的雜碎，一邊忍不住去想，那個蒲公英頭為什麼要說那種話？為什麼要讓他這麼在意？如果艾莎說的都是真的，那他作為一個被迫當間諜的孤兒，每天該有多害怕？恐怕在沒人的時候，他已經獨自崩潰了無數次。這讓盧卡斯想起了自己，那個等了父親5年，最後徹底絕望的自己。可那個孩子跟他不一樣，即便身處地獄，他直到最後一刻都在拼命掙扎。盧卡斯停下了腳步，也許真的該回去再跟他多聊聊。真是個傻瓜，這種時候不趕緊逃命，到底在磨蹭什麼？盧卡斯怎麼也沒想到，艾莎冒着生命危險留下來，竟然是為了救一隻躲在廢墟裡的小貓。他實在看不下去了，直接衝過去大喊：“喂，蒲公英頭！”艾莎整個人都愣住了，小聲問他怎麼又回来了。盧卡斯氣得不行，這話該我問你才對，你為什麼還不走？結果一莎只是緊緊抱着貓，一臉無辜地說：“因為這裡有一隻小貓呀。”看着他那副樣子，盧卡斯徹底沒脾氣了。盧卡斯還在教訓艾莎，說現在根本不是管貓的時候，可他完全沒意識到，死神已經悄悄繞到了他的身後。艾莎的一聲尖叫還沒喊完，刺客的短劍已經帶着寒光，狠狠地劈向了盧卡斯的後腦。這一擊顯然是要取他的性命。盧卡斯根本來不及反應，只能任由那道光芒將他吞沒。隨着艾莎絕望的哭喊聲，局面徹底失控了。開口就要5000金幣，這幫人還真是獅子大開口，口口聲聲說是在保護艾莎，其實就是想趁火打劫。諾克斯冷笑一聲，這種爛俗的綁架戲碼，他根本沒放在眼裡。可還沒等他出手教訓，報信的人就慌慌張張衝了進來。出大事了 ！S 級實驗體徹底失控，局面這下真的要變天了。這股力量
不對勁，絕對是某種特殊的异能波動。諾克斯立刻察覺到了，在整個冰雪王國裡，只有克羅斯特家族的人才擁有这种極寒的冰系能力。難不成失蹤的那幾位小少爺竟然就在這裡？這所謂的 S 級實驗體恐怕就是他們。事情比想象中還要嚴重。諾克斯剛想把消息傳給公爵大人，結果還沒走2步就被這幫家伙給攔住了。帶頭的黑衣人冷笑着說：“既然有簡單的路不走，非要選最難的那一條，看來這幫人是打算殺人滅口了。”就在他準備反擊的時候，對方已經先一步動了手。這下麻煩大了，他們根本沒打算讓諾克斯活着離開。就在諾克斯走投無路的時候，現場突然炸開了鍋，一陣劇烈的衝擊波直接把這幫黑衣人給掀翻了。這幫家伙還沒反應過來，就被突如其來的襲擊打亂了陣腳。帶頭的嚇得大喊：“快擺陣型！”可當他們看清來人的時候，所有人都徹底傻眼了。這標誌性的壓迫感，難不成是那位大人？克羅斯特公爵竟然親自到了，這下輪到這幫綁匪感受什麼是真正的絕望了。卡利普斯面若冰霜，開口第一句話就是問艾莎在哪。諾克斯指了指不遠處的房門，但他還是忍不住提醒了一句：“如果艾莎真的是間諜，那這件事就沒那麼簡單了。”話還沒說完，就被卡利普斯冷冷地打斷了。他直截了當地說：“這件事我自有分寸。”顯然他現在什麼都聽不進去。只見他抬起手，狂暴的力量瞬間炸裂，那扇緊閉的大門被直接轟開。大門被轟開的一瞬間，卡利普斯徹底愣住了，眼前的景象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。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那個本該在家裡鬧騰玩累了就乖乖睡覺的小女孩，現在竟然毫無生氣地倒在盧卡斯懷裡。他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為什麼伊莎會變成這樣？卡利普斯剛想上前查看，卻被一股突如其來的寒氣逼退。諾克斯在後面急得大喊：“公爵大人，小心！”誰也沒想到，那個守在艾莎身邊的盧卡斯竟然也使出了冰系異能。他死死盯着卡利普斯，警告他別再靠近。諾克斯整個人都傻了，這熟悉的招式，這如出一轍的氣場，難道這孩子也是？盧卡斯冷笑着揭開了真相，他認出了眼前的男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克羅斯特公爵。諾克斯一臉詫異：“不可能！整整5年了，他一直在絕望中等待救援，可這位親生父親卻只顧着在外討伐魔物，根本不在乎自己血脈的死活。”這番話一出口，在場的所有人都沉默了。面對盧卡斯的控訴，卡利普斯張了張嘴想要解釋，可話還沒說完，就被盧卡斯憤怒地吼了回去。他大聲喊着讓卡利普斯閉嘴，那些遲到的借口和補償，他現在一個字都不想聽。但緊接着盧卡斯的語氣突然變了，他放下了所有的自尊和敵意，卑微地哀求眼前的男人救救懷裡的艾莎。既然你是高高在上的公爵，既然你擁有這麼強大的力量，那至少這件事你應該能辦到吧？畫面轉回公爵府，女僕急匆匆地跑來找麥，說從昨天開始就再也沒見過艾莎小姐了，不知道還要不要準備她的飯菜。麥表面上還算冷靜，但心裡已經開始打鼓。諾克斯大人突然把孩子帶走，這事兒絕對不簡單。他望着窗外，心裡反覆在想，那個孩子還能回來嗎？雖然艾莎的身份可能藏着謊言，但公爵接受了這個孩子，但對他來說這很難，因為不僅僅是公爵愛孩子們。麥想起以前抱起盧卡斯的時候，還會開玩笑說他又長胖了。從他們剛出生的時候起，他就給他們餵奶並撫養他們。府裡的僕人們都把這些孩子當成親生骨肉，麥甚至親手為他們縫制衣裳，只盼着小主人能健康成長，撐起整個克羅斯特家族。可誰能想到，這種幸福竟然那麼短暫。就在公爵大人外出征戰的時候，家裡突然天塌了，夫人和少爺們竟然在一夜之間全部失蹤，整個公爵府亂成了一鍋粥。誰也想不通，這麼大一家子人怎麼可能憑空人間蒸發？麥當時整個人都懵了，那些他視如己出的孩子就這樣消失在他的生命裡。府裡的人找了1年又1年，可別說活口了，就連一點蛛絲馬跡都沒留下。就在所有人陷入絕望的時候，某些別有用心的人終於等到了出手的機會。麥一直覺得艾莎是個心機很重的小孩，趁着家裡出事搶走了原本屬於那些少爺們的幸福。可說到底，伊莎也只是個5歲的孩子，自己以前是不是對她太凶了？想到這，麥嘆了口氣，吩咐手下照常準備飯菜，還特意交代多準備點艾莎最愛吃的草莓。就在這時，一名女僕慌慌張張地衝了進來，大喊着出大事了，公爵大人竟然回来了，而且他的身邊還帶着那個失蹤多年的2少爺。這個消息像炸雷一樣讓麥徹底愣住了，消失了這麼久的人怎麼會突然在這個時候出現？麥還沒從震驚中緩過神，報信的女僕就帶回了一個更讓人絕望的消息，和2少爺一起回來的艾莎受了非常嚴重的傷。公爵府的臥室內氣氛壓抑得讓人透不過氣，醫生顫抖着聲音向站在床邊的卡利普斯復命，他說小姐傷得太重，已經徹底沒救了。盧卡斯整個人都懵了，他大聲質問，這到底是在胡說什麼？明明剛才進府的路上2個人還在說話，怎麼可能說沒就沒了？醫生無奈地嘆了口氣，說小姐可能只是不想讓大家擔心，他一定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自己的危急狀況，可這個理由誰又能接受得了？回憶裡艾莎還在笑着說自己沒關係，可轉眼間醫生的一句對不起把所有希望都澆滅了。盧卡斯低着頭，嘴裡一直念叨着這絕對是個謊言，他根本沒辦法接受，直接衝着床上的艾莎大喊，讓他現在就睜開眼睛。站在一旁的卡利普斯心裡更是五味雜陳，整整5年了，這2個孩子失蹤了5年，他無數次幻想過重逢時該有多高興，可誰能想到等來的竟然是這種結局。卡利普斯曾無數次幻想過孩子們回來時的樣子，可他怎麼也沒想到重逢竟然會是這種場面。盧卡斯在旁邊拼命掙扎，他根本不肯離開艾莎，誰勸都沒用。
諾克斯剛想上去安撫，卻發現情況完全不對。卡利普斯周身的氣壓低得讓人透不過氣，明明給了他第二次重新做父親的機會，結果老天爺卻開了個這麼大的玩笑。就在這一瞬間，卡利普斯徹底爆發了，恐怖的魔力直接席捲全場。卡利普斯現在已經徹底瘋魔了，他覺得自己根本不配得到救贖，直接下令讓所有人立刻滾出房間。一轉眼幾天過去了，府裡的女僕們開始在門外小聲嘀咕：這日子到底什麼時候是個頭？畢竟在所有人眼裡，那個孩子恐怕早就已經沒救了。府裡的女僕們都在私下傳，說是艾莎小姐救了盧卡斯，公爵大人早就把她當成了親生骨肉。現在的公爵府簡直比5年前還要死氣沉沉。諾克斯拿着皇宮的公文，想請示什麼時候恢復討伐行動，可卡利普斯一個字都聽不進去，他直接打斷了攻勢，聲音冷得讓人發毛。他只想要一個答案，到底有沒有辦法救活艾莎？諾克斯沉默了，他心裡很清楚，這根本就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。公爵大人明明比誰都明白，可他還是不肯放手，恐怕全是因为心裡那份沉重的愧疚。雖然艾莎名義上是大小姐，但在公爵府裡，連僕人都敢在背後叫她騙子，根本沒人把她當回事。諾克斯現在後悔的要命，甚至連他這個親信當初也懷疑過艾莎的身份。所有人都在否定那個孩子，正是因為這種不被認可的壓力，才逼得艾莎為了證明自己，最後出了這種意外。如果當初能多給他一點信任，事情也許就不會變成這樣。諾克斯剛想勸他休息，結果話還沒說完，卡利普斯竟然流出了鼻血。卡利普斯還在沒日沒夜的查資料，他已經好幾天沒合眼了。卡利普斯現在滿腦子都是自責，他覺得自己簡直太差勁了，不管是以前還是現在，如果連最愛的人都護不住，那還算什麼英雄？看着衣服上殘留的血跡，他甚至覺得自己根本沒臉見人。諾克斯在一旁想勸兩句，可話到嘴邊卻怎麼也說不出口。另一邊，盧卡斯正抱着一束花，一個人在走廊裡走着，女僕長在後面緊趕慢趕，還是沒能攔住他。看着盧卡斯小小的背影，女僕長忍不住嘆了口氣，因為她知道小主人肯定又要去那個房間了。盧卡斯推開了那扇沉重的大門，房間裡冷得像冰窖一樣，可他還是堅持要進來。他快步跑到床邊，把懷裡那束新鮮的花小心翼翼地擺在桌上。大家都說艾莎已經沒救了，說她已經徹底離開了，可盧卡斯就是不信這個邪。他守在床邊看着那個一動不動的身影。艾莎，你到底什麼時候才能醒過來？不管別人怎麼說，公爵大人、諾克斯還有他自己，所有人都在等一個奇蹟。盧卡斯守在床邊，輕聲許下了承諾，不管付出多大的代價，他們一定會找到救命的辦法。他還沒和艾莎待夠，還有那麼多想知道的事情，所以無論如何，伊莎一定要再等一等。臨走前，他輕輕握了握艾莎的手，約定好明天還會再來，到時候一定要醒過來陪她說話。隨着一聲晚安，盧卡斯轉身離開了房間，可誰也沒注意到窗台上的那隻白貓正盯着月亮，眼神裡透着一絲詭異。就在盧卡斯離開後，白貓化作人形潛入臥室，他漫不經心地擺弄着艾莎的長髮。所以到頭來他還是沒能挺過去嗎？對他來說，死掉就是死掉了，好像這根本不是什麼大事。他活了太久太久，早就已經看膩了死亡，不管是籠子裡垂死掙扎的野獸，還是死在人類手裡的怪物，在他眼裡，所有生命的消逝都沒啥區別。在白貓漫長的生命裡，見過的死人實在太多了，多到他覺得誰死掉都跟以前沒啥兩樣。直到他遇到了艾莎，艾莎掀開了遮擋，一臉關切地問他：“你還好嗎？”白貓當時覺得這孩子傻的冒泡，明明自己那麼弱小，卻非要張開雙臂保護他，甚至為了保護一個比他強得多的存在，把自己累到倒下。他原本以為這種行為很愚蠢，根本不值得同情。可當他再次看向艾莎那張臉，那顆冰冷了千萬年的心竟然第一次動搖了。這個傻到家的女孩真的就要這樣死掉了嗎？看着艾莎痛苦的樣子，白貓仿佛聽到了她的吶喊，那是一種拼了命也要活下去，絕對不向命運低頭的意志。這種眼神讓活了千萬年的白貓第一次產生了想要了解一個人的衝動。他這人最討厭事情半途而廢，更不喜歡留下沒解開的謎團。既然心裡放不下，那就乾脆別裝了。他走到床邊，緩緩伸出了手，一道藍色的光芒瞬間籠罩了艾莎。想死可沒那麼容易，有什麼話你必須親口醒過來跟我說。隨着那道光芒散去，艾莎終於安靜了下來。她看着熟睡的女孩，嘴角微微上揚，露出一個讓人捉摸不透的笑。艾莎，那我們就待會兒見。艾莎做了個奇怪的夢，夢裡到處都在喊她的名字，那些黑漆漆的影子像甩不掉的麻煩一樣纏着她。這時有個聲音說：“你從公爵府帶回了個有趣的東西。”沒人知道那是誰，也沒人知道他到底帶回了什麼。夢裡除了那排嚇人的尖牙，艾莎還想起了一件事，在那個最絕望的時候，其實有人拉了她一把。她看着眼前的男孩說：“是你救了我對吧？謝謝你。”艾莎追問那個男孩：“你到底是誰？”對方卻賣了個關子，說以後自然會知道。等他再次睜開眼，夢境已經徹底消失，可耳邊傳來的第一句話竟然是向皇室求助。就在這時，艾莎虛弱地喊了一聲大叔，這一聲讓所有人都愣住了，誰也沒想到他會這時候醒過來。盧卡斯更是急得大喊：“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”盧卡斯激動得一頭扎進艾莎懷裡，半天都沒緩過神來。艾莎還反過來擔心他，問他有沒有哪裡受傷，可旁邊的醫生卻像見了鬼一樣，他明明確認過艾莎的心跳已經停了，這根本解釋不通，除非這世上真的有奇蹟。卡利普斯還是不放心，追問艾莎到底有沒有事。醫生仔細檢查後也懵了，雖然艾莎身上
還有淤青，但身體卻健康的活蹦亂跳。艾莎自己也在犯嘀咕，難道這就是死而復生？她想起剛才那個奇怪的夢，難道是這具身體的原主人在搞鬼？還有夢裡那個男孩，他到底代表着什麼？艾莎雖然滿肚子疑問，但為了不讓大叔擔心，她決定把夢裡的事藏在心裡。她笑着安慰卡利普斯，說自己現在感覺好極了。卡利普斯卻一臉嚴肅地叮囑，以後絕對不准再這麼亂來了。看着卡利普斯憔悴了這麼多，艾莎心裡也挺不是滋味。看着諾克斯和盧卡斯擔心的樣子，艾莎心裡挺過意不去的，覺得自己又給大家添麻煩了。她乖巧地拉着卡利普斯保證，以後絕對不会再讓人擔心。不過就算艾莎再怎麼保證，醫生還是下達了死命令，必須在床上老老實實躺夠1周。這下好了，艾莎的禁足令正式生效。卡利普斯去忙工作了，盧卡斯自告奮勇留下來照顧艾莎。可這小子坐在那半天不吭聲，一副欲言又止的樣子。艾莎為了打破尷尬，指着床頭那朵蒲公英没話找話，問他為什麼要送這個。盧卡斯倒是回答的乾脆，說是因為艾莎的頭髮看起來跟這蒲公英一樣毛茸茸的。這突如其來的評價讓艾莎一下子不知道該怎麼接了。盧卡斯憋了半天，終於問出了那個最敏感的話題，他想知道艾莎是不是真的被收養了。艾莎這下反應過來了，站在盧卡斯的立場上，這事兒確實挺讓人心裡不是滋味的。自己被綁架受苦，結果家裡卻多了個鳩佔鵲巢的女兒，這種被背叛的感覺肯定不好受。艾莎正想着該怎麼安慰她，盧卡斯卻突然伸手一把捏住了她的臉蛋。盧卡斯捏着艾莎的臉，開始一本正經的占便宜，非要艾莎改口叫他哥哥。他坦白說，剛聽說艾莎被收養的時候，確實覺得心裡不平衡，甚至以為公爵徹底不要他了。可一想到艾莎在馬戲團救過他的命，那些怨氣就全消了。畢竟在他心裡，艾莎可是他的救命恩人。盧卡斯這回是認真的，他主動提出要和艾莎當家人，可伊莎卻在那兒支支吾吾，半天給不出個準話。盧卡斯一臉扭捏，為什麼？你不想和我做家人嗎？其實伊莎心裡想的是，自己這顆子裡好歹住着個成年靈魂，管個小屁孩叫哥哥，這老臉往哪擱呀？結果盧卡斯完全想歪了，他以為艾莎是嫌棄他不夠可靠，當場就開始勵志，非要證明自己是個合格的哥哥。看着盧卡斯那副熱血的樣子，艾莎徹底傻眼了，這誤會怕是解釋不清楚了。艾莎為了給自己找個台階下，非要盧卡斯給他讀故事書，結果書一拿到手裡，他整個人當場就沉默了。艾莎還沒反應過來怎麼回事，盧卡斯看着書裡的內容，那表情簡直一言難盡。就在氣氛變得越来越詭異的時候，醫生突然出現在門口，提醒探视時間已經到了。盧卡斯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，趕緊找個借口溜了。艾莎這一聲甜甜的哥哥叫得盧卡斯心裡美滋滋的，可他表面上還得裝出一副淡定的樣子，扭頭就往門外跑。艾莎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小心思，這小屁孩裝得再成熟，到底還是個容易不好意思的孩子。可誰能想到，盧卡斯剛推開門，就直接撞到了卡里普斯的懷裡。他一言不發，只是沉默地盯着盧卡斯。卡利普斯剛要開口叫住他，盧卡斯冷哼一聲就走開，氣氛一下子降到了冰點。卡利普斯只能沉默地站在原地，看着卡利普斯沉默的背影，艾莎心裡很清楚，這2個人的心結恐怕比想象中還要深。看來想要解開誤會，短時間內是沒戲了，只能慢慢等機會。敲門聲響起，卡利普斯推門走了進來，開口第一句就是問他好點沒。艾莎趕緊乖巧回應，雖然盧卡斯是找回來了，但他心裡總覺得有點虧欠，不想再拿沒準的事讓叔叔操心。就在他胡思亂想的時候，卡利普斯突然坐到床邊，語氣變得非常嚴肅。他說有些話早就該告訴艾莎了，只是他來得晚了一點。卡利普斯一把抱住艾莎，真的謝謝你找回了盧卡斯，但也對不起，讓你又一次跟着受驚了。艾莎沒在意這些，反而勸他趕緊去找盧卡斯，把那些陳年誤會都說明白。卡利普斯剛想回應，敲門聲突然響了，諾克斯推門走了進來，看到公爵也在屋裡，他顯然也有點意外。諾克斯突然開口想跟艾莎單獨聊聊，這讓艾莎有點沒反應過來，指名道姓要找他。還沒等他開口，諾克斯和麥就齊刷刷的對着他深深鞠了一躬，語氣裡全是愧疚。諾克斯當場認錯，說是自己腦子糊塗，才害得艾莎受了這麼大的罪。這下輪到艾莎愣住了。諾克斯坦白說，他最初一直覺得艾莎沒安好心，甚至懷疑他接近公爵府是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目的。可結果呢？艾莎不僅找到了失蹤已久的盧卡斯，甚至為了救人，連自己的命都豁出去了。諾克斯現在後悔的不行，要是他能早點選擇信任艾莎，也不至於受這麼多罪，甚至差點把命搭進去。他握緊了拳頭，提到艾莎寫的那份奇怪報告，目的是把他送到馬戲團救出少爺。諾克斯越說越自責，覺得艾莎受的這些傷，這鍋全得由他來背。公爵不在家的時候，他本該是艾莎最硬的靠山。卡利普斯在一旁聽着，卻發現女僕麥也低着頭，一副沒臉見人的樣子。他納悶諾克斯道歉就算了，麥你又是為了什麼？麥沉默了半天，終於說出了那件虧心事。當初艾莎主動找他喝茶，想跟他拉近點關係，結果他是怎麼做的？他當時冷着一張臉，直接把艾莎給懟了回去，甚至還警告艾莎沒必要在這套近乎，強迫自己跟下人做朋友。現在回想起這些話，麥恨不得找個地縫鑽進去。卡利普斯簡直不敢相信，麥竟然對艾莎說過這種狠話，說沒人會想親近一個撒謊精，這哪裡是女僕該有的態度？
就在氣氛降到冰點的時候，艾莎卻主動伸出手輕握住了卡利普斯。麥終於說出了真心話，他其實是把失去救主的痛苦全撒在了艾莎這個孩子身上。直到聽說艾莎快沒命了，他才意識到自己錯的有多離譜。他低着頭守在床邊，哪怕知道現在道歉已經晚了，但他必須把這聲對不起說出口。奈何諾克斯再次深深鞠躬，不管公爵府要怎麼處置，他們都絕無怨言。看着眼前誠惶誠恐的兩個人，艾莎突然開口問了一句：“你們两位是比任何人都更在乎公爵大人？”諾克斯和麥直接愣在原地，誰也沒想到這個受盡委屈的小姑娘竟然會反過來替他們說話。艾莎笑着說：“她知道要對身邊的人說狠話，其實心裡也很不好受，但正因為他們太擔心公爵了，才會對他這個外來者格外警惕，所以她真的一點都不介意，反而覺得公爵身邊能有這樣的人是一件很幸運的事。”雖然心裡確實受了點傷，但艾莎還是露出了燦爛的笑容。“謝謝你們能向我道歉。”這一刻，所有人的心都被這個笑容融化了。諾克斯剛想開口解釋，就被卡利普斯冷冷地打斷了。他糾正道：“以後不許直呼其名，要叫他大小姐。”卡利普斯接着下了逐客令：“今天這事兒還沒完，等回頭再找你們慢慢算賬。現在全都給我退下。”隨着房門關上，屋裡終於安靜了下來。卡利普斯坐到床邊，看着眼前這個小小的身影，他支開所有人，顯然是有話想單獨對艾莎說。卡利普斯看着眼前的艾莎，心裡充滿了懊悔。其實他早就預料到艾莎在這個家裡會受委屈，但他當時卻選擇了冷眼旁觀。他原本以為只要艾莎能靠自己的本事站穩腳跟，才能贏得大家真正的尊重，而不是靠着他的名頭換來一些虛情假意的客氣。他覺得艾莎這孩子夠聰明，一定能熬過這些流言蜚語。可他卻忘了艾莎再怎麼堅強，也終究只是個孩子。看着病床上小小的身影，卡利普斯第一次覺得自己錯得離譜，這種自以為是的放手差點害死了他。他忍不住在心裡罵自己，怎麼會糊涂到這種地步。卡利普斯低下頭，語氣變得前所未有的溫柔。他告訴艾莎，以後受了委屈儘管跟他說，沒必要一個人硬扛，你要學會像個孩子一樣依賴大人。接着他鄭重地宣布，艾莎，從現在起你就是我的女兒。聽到这句話，艾莎終於露出了最燦爛的笑容，她用力地點了點頭，答應以後一定會這麼做。此時在門外守着的諾克斯和麥正提心吊膽地聽着屋裡的動靜，生怕艾莎會受罰。直到發現裡面一直很安靜，兩人懸着的心才總算落了地。諾克斯忍不住感嘆，這位大小姐比他們想象中還要聰明，也許正因為她太懂事了，大家才會這麼晚才意識到之前對她的傷害有多深。這一場風波總算是徹底過去了。諾克斯無奈地嘆了口氣，覺得這幫大人實在是不稱職。他轉頭詢問麥大小姐平時最中意什麼，顯然是想找機會好好補償他。可另一邊的氣氛就沒這麼輕鬆了。特克斯被巨大的冰晶困在原地，整個人癱坐在地上，看起來狼狽不堪。就在这时，一個嚴厲的聲音從身後傳來：“這就撐不住了嗎？”特克斯嚇得渾身一激靈，顫抖着喊了一聲父親。可對方臉上沒有任何憐憫，反而是一臉的嫌棄。侯爵冷冷地提醒他：“當初可是你自己親口說的，要讓那個沒教養的丫頭好看，還要把繼承人的位置搶過來。”特克斯還想開口辯解，說藥已經沒剩多少了，可話還沒說完，就被父親一把捂住了嘴。侯爵眼神陰狠地警告他：“現在克羅斯特的直系已經沒人了，這是咱們這些分支翻身的唯一機會，你最好把嘴給我閉緊了。”他越說越激動，甚至開始翻起舊賬，責怪特克斯之前在貴族面前丟了臉，絕不能再出任何差錯。最讓他惱火的是，在那個至關重要的名單上，特克斯的名字竟然消失了。侯爵死盯着自己的兒子，語氣冰冷到了極點：“是不是你的能力出問題了？”這下特克斯徹底陷入了絕境。原來特克斯那驚人的冰系能力，全都是靠這種藥丸偽造出來的。只要吃下一顆，就能在短時間內獲得強大的力量。在侯爵眼裡，只要有這種藥在手，把整個克羅斯特家族吞掉都不成問題。可偏偏伊莎這個小丫頭，成了他計劃裡最礙眼的絆腳石。更糟糕的是，手裡的存藥只夠維持1周了，接下來的繼承人選拔還需要消耗更多的藥量。侯爵面色陰沉地權衡着利弊，雖然心裡100個不情願，但他知道現在已經沒有退路了，他必須去見那個神秘的男人。隔離期總算結束了，艾莎的生活徹底變了樣，身邊的人都在慢慢靠近她。麥親手給她織了圍巾，就連一向高冷的諾克斯態度也軟化了不少。盧卡斯也開始適應公爵府的生活，但有一件事還是讓艾莎覺得挺頭疼，那就是卡利普斯和盧卡斯這兩個人坐在一起，氣氛簡直尷尬到了極點。看來想讓他們真正交心，還得花不少時間。不過眼下最要緊的是抓住那個綁架盧卡斯的奴隸販子。自從盧卡斯被救回來，整個克羅斯特家族都炸了鍋。誰能想到，堂堂小少爺竟然被賣到了馬戲團，他在那裡受盡了折磨，甚至被當成怪物展覽。卡利普斯知道後徹底暴怒，發誓要讓所有相關的人付出代價。可奇怪的是，有人搶先一步清理了所有線索，這背後顯然還有更大的勢力。更讓艾莎想不通的是，盧卡斯明知道波斯公爵也參與其中，卻偏偏選擇了隱瞞，他到底在顧慮什麼？好在根據盧卡斯提供的線索，調查總算有了新進展。只要能抓住那個奴隸販子，失蹤的家族成員就有救了。艾莎一邊吃着飯，心裡卻在暗自盤算，如果那個奴隸販子永遠不被發現，或許才是最好的結果。卡利普斯看他一副心不在焉的樣子，還以為他是身體不舒服，可接下來的話
卻讓艾莎整個人都愣住了。卡利普斯語氣平淡地說：“明天的繼承人測試，艾莎也要作為候選人參加。”這消息簡直像個重磅炸彈。原本說好只是走個過場，介紹一下，怎麼突然就要去競爭繼承權了？卡利普斯解釋說，之前是為了堵住那些說閒話的人，但現在艾莎已經得到了家族的認可，她完全有資格去拿回屬於自己的位置。不只是艾莎，卡利普斯轉頭看向盧卡斯，宣布了一個更驚人的決定。為了保護盧卡斯的安全，他的身份一直被秘密隱藏，但明天的繼承人測試，他必須以候選人的身份正式亮相。盧卡斯顯然沒料到自己也要被捲入這場權力的競爭，畢竟在克羅斯特家族，沒有異能的人根本無法通過測試。卡利普斯神情嚴肅地說，分家那邊突然出現了一個異能者，而那個莉莉絲侯爵一直讓他覺得非常不安。為了守住家族的防線，他需要盧卡斯也參與進來。雖然這決定很突然，但現在的局面已經刻不容緩了。盧卡斯看着眼前的父親，心裡只剩下一片冰冷。原來在卡利普斯眼裡，自己不過是一個好用的工具。卡利普斯還想繼續解釋，說這不僅是為了測試，更是為了讓他正式回歸家族。可這句話卻徹底點燃了火藥桶。去他的家族！盧卡斯猛地拍向桌面，失控的冰系魔力瞬間炸裂。他大聲質問那個所謂的克羅斯特家族，到底有什麼了不起，值得讓父親親手拋棄自己的家人？這一刻，盧卡斯徹底死心了。他覺得自己像個傻瓜，竟然還幻想過父親會有一點點想念他。他推開椅子衝了出去，只留下艾莎在身後焦急地呼喊。原本溫馨的晚餐，終究還是徹底搞砸了。深夜，艾莎悄悄推開了盧卡斯的房門，看着躲在被子裡不肯露面的少年，她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。艾莎輕聲說，她打算退出明天的繼承人測試了。這話一出，盧卡斯猛地掀開被子坐了起來，滿臉都是不可置信。艾莎解釋說，她仔細想過了，家主的責任實在是太重了，要築起巨大的冰牆保護所有人，這對他來說根本不可能，因為他不像盧卡斯那樣擁有異能。如果連他這個競爭對手都退出了，那接下來的局面又會發生怎樣的變化？艾莎故意提起莉莉絲家的特克斯，說那家伙要是成了繼承人，以後肯定會變得非常麻煩。盧卡斯一聽這話，態度立馬來了個大轉彎，他說自己絕對不能退出。艾莎趁熱打鐵，說沒有異能根本過不了測試，要是盧卡斯不去，留他一個人在現場丟盡家族的臉，那該怎麼辦？盧卡斯冷哼一聲，他根本不在乎什麼家族榮譽，因為在他心裡，這個家早就把他像垃圾一樣扔掉了。原來當年波斯公爵告訴他，卡利普斯為了保住家族，親手放棄了救他的機會。5年前被綁架後，盧卡斯睜開眼看到的不是家人，而是無數個拿着針管的陌生人，他們為了研究他的異能，對他進行了慘無人道的虐待。盧卡斯低聲訴說着那段黑暗的過去，他說自己曾無數次幻想過父親會像英雄一樣降臨，把他從那個地獄裡救出來。可直到他被波斯公爵賣進馬戲團，那個熟悉的身影也始終沒有出現。更殘忍的是，波斯公爵每個月都會故意來看他，還好心的給他讀報紙，報紙上全是公爵忙着狩獵的消息，卻唯獨沒有一個字提到失蹤的兒子。波斯公爵的話就像詛咒一樣，每天都在他耳邊回響，說克羅斯特家族永遠不會為了他去得罪另一個權貴。盧卡斯之所以不敢在法庭上指證，不是因為膽小，而是他害怕一旦2個家族徹底開戰，父親會為了保全大局再一次選擇犧牲他。他只是不想親眼看到自己又一次被父親放棄。盧卡斯咬牙切齒地說，他一定要親手抓住那個奴隸販子，找回失散的母親和兄弟，讓那個人血債血償。艾莎原本只是想勸他參加測試，可聽到盧斯這個名字時，他突然愣住了。這個名字他曾經在莉莉絲侯爵的口袋裡見過，那是一支刻着縮寫的鋼筆，當時沒人把這個細節當回事。艾莎趕緊追問盧卡斯，那個奴隸販子到底長什麼樣？盧卡斯回憶說，那個人雖然戴着面具，但有一頭棕髮和一雙金色的眼睛，渾身上下透着一股貪婪的氣息，就像一隻自以為是的癩蛤蟆。萬眾矚目地繼承人測試終於在今天正式開始了。為了確保萬無一失，現場的守衛比平時森嚴了數倍。莉莉絲侯爵冷冷地警告兒子，今天會有無數雙眼睛盯着他，讓他最好放聰明點，別給家族丟臉。特克斯低着頭不敢反抗，只能唯唯諾諾地答應着。艾莎穿着華麗的禮服優雅登場，她表面上是在禮貌迎接，可下一秒就當眾拆台，直言特克斯看起來狀態很差，身體居然抖個不停。特克斯被激怒了，他壓低聲音威脅艾莎，說自己隨隨便便就能贏過他。可只有他自己心裡清楚，身體已經快要不受控制了。難道是剛才為了通過測試藥吃的太多了？艾莎表現得非常淡定，她說自己只是覺得特克斯今天很奇怪，所以才順口問一句。可這句看似無心的話，卻讓侯爵心裡咯噔一下。他死死盯着眼前這個小女孩，懷疑她是不是已經知道了什麼。還沒等他反應過來，艾莎又笑着補了一刀。她說特克斯現在的樣子，就像是吃了什麼絕對不該吃的東西。這句話一出，侯爵徹底坐不住了，他到底在玩什麼把戲？